烧一大锅开水，然后将柳树枝剥皮，加入沸水中熬煮，直到熬出1碗的量。这就是古代版的阿司匹林。因为没有钱看病买药，所以周宁才想到用这个土方子给乔可欣试一试。大郎，这个是什么？这是退烧药，你喝了这个，病就能好了。乔可欣一脸狐疑地看着眼前这个男人，他不知道自己的夫君是不是中邪了。曾经那个远近闻名的恶霸周宁，一觉醒来之后，整个人性格都变了。大郎，你醉酒刚醒来，想必是饿了，奴家这就去为你准备饭食。你别动，赶紧先把药喝了，我自己去弄。乔可欣不可置信地看了看周宁，然后小心翼翼地接过了汤药，喝了下去。没想到我万年单身公蝌狗重活一世，突然有了个这么年轻漂亮的媳妇。在看到乔可欣喝完药躺下之后，周宁连忙上前想要帮她盖一下被子。啊，不要！只见乔可欣整个人都坐了起来，眼神中充满了恐惧，但是很快她又反应过来自己的动作太过夸张，有嫌弃自家夫君的嫌疑。完了，赵大郎以往的性子，少不了又是一顿毒打。夫君，奴家近日身体不太方便，要不我帮你？啊，帮我什么？帮你捏捏肩，可好？哎呀，我忘了，乔可欣现在可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呢。你别怕，我没有别的意思，你赶紧先躺下休息。说完，周宁起身准备自己先弄点吃的，可当他来到厨房才发现家里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下锅的，也不知道原主是咋过日子的，要啥没有，难怪还没来得及洞房就把自己给冻死了。为了了解更多的信息，以便应对接下来的日子，周宁努力地搜索原主的记忆，这才发现其实原主是有家人的，父亲是县衙资深捕快，家里还有2进的院子，虽说算不上大户人家，也不至于饿死，只是后来受不了母亲的唠叨，这才偷偷地带着媳妇搬了出来。不行，这地方不是人待的，等乔可欣醒了，必须马上回家。喝完药醒来的乔可欣果然烧退了，随后2人简单的收拾了一下，就匆匆离开了往日繁华的大街上。正值中午，本应该是一天里最热闹的时候，可由于最近天气越来越冷，街上也只是零星的走着几个人，其中最显眼的算是沿街叫卖的卖炭翁了。小兵何时期？大周王朝末年，看来自己穿越的有些不是地方。那不是周家大公子周宁吗？街坊四邻的都小心了，咱们20里铺的祸害，周大郎出门了。你看他身边的小妾，这腰，这胸脯，这脸蛋，真水灵啊！造孽啊！这么好的闺女就这么被祸了。好个屁啊！你能忘了吗？这女人就是个灾星，3年前刚进周家，就把周家老族叔克死了，导致婚期也延后了3年。昨儿他们才成的婚，是周大娘从人牙子那儿买的那丫头？可不是，听说她之前还是官宦人家小姐身边的丫鬟脸，主家人犯了事，这才被卖到了人牙子，克完主家又克周家，还真是跟周家这个好吃懒做的恶霸天生一对。哎，看来原主这名声着实不怎么好啊。但不管怎样，在乱世之中，还是得先赚钱，这样才能有能力组织起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力量。大郎，都是奴家不好，奴家就是一个灾星，害死了族叔。没有的事，我可不信这些玩意。族叔他都老成那样了，还不知道节制，喝死了能怪谁？你别再胡思乱想了。还有，以后不许叫我大郎，要叫大官人。知道了。大郎的，听起来总觉得怪怪的。言语间，2人不知不觉的就已经走到了周家门口，可还没进家门，他们就听见里面已经吵翻天了。周广孝，老二马上就要参加周围了，可你竟然把咱家唯一的银钱交给老大那个败家子出去买宅子，你是不是疯了？你现在马上去找那败家子，要是不把钱要回来，我就不活了。这坑爹的原主到底挖了多少个坑，还得我来给他擦屁股？不就是挣钱吗？想我堂堂21世纪机械化学双博士，还能饿死不成？乔可欣小脸微红，生怕周宁训斥，于是赶紧揉了揉自己的小腹，也不敢吭声。周宁这才意识到，这几日好酒好菜都进了大郎的肚子，而乔可欣已经好久没吃上一顿饱饭了。走，咱们先去二叔家避避。与其说是避避，倒不如说是蹭饭更为准确。周宁想着，无论如何得先让小娇妻吃饱了再说。至于赚钱吗？其实他心中已经有了想法。嘿嘿，哥儿，你带着嫂子去新房了？二叔呢？在里边拿铁呢。我爹正在气头上，你可别去触眉头。为啥事儿啊？能为啥？还不是你把二哥送礼的钱给用了。于是大伯就来找我爹借，可我们家最近接了一个大活，需要用钱买材料，哪还有钱借出去啊？哥，你是怎么说服大伯拿钱给你出去买宅子的？那钱可是二哥准备给知府大人的束修啊。其实很简单，无非就是一哭二闹三上优压败。好了，别贫了，二叔接了个什么大活？
今日县令大人忽然找上门，强制下令要求我们在1个月内打造15把百炼刀和2000个箭头。这箭头还好说，但百炼钢刀哪里是1个月能完成的？就靠我负责俩，别说1个月，就是半年不睡觉玩命的打，也打不出来啊。15把钢刀需要半年，看来这个世界的锻钢水平跟宋朝时期的差不多呀。那官府给的钱多吗？给的钱倒是不少，可是在时限之内完不成任务，这是要扣钱的。要是我父子俩真的半年才打好，不但官府给的那点钱都会扣光，就连我家老本都会给扣没的。如果我说能让你们在1个月内完成所有任务，而且我保证这次练出来的钢刀比你们以前打造的要坚韧数倍。胡说八道！你个兔崽子！平日里你在外面坑蒙拐骗就算了，这回你是打算骗到自己家里来吗？一边说着，二叔从墙边扒拉出来一个棍子，抄在手里，朝着周宁就打了过去。周宁一看，那还得了，吓得连忙就跑。二叔有话好说啊，我可没有骗你。二叔平日炼钢是不是觉得这烧过的铁上总有一些褐色的斑点，而且怎么敲打也打不出来？你不曾打过铁，你怎的知道这事？呀，不关我事，我可从来没跟大哥说过这些啊。二叔，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啊。好小子，你别跑，我这就让你感受最基本的信任。二叔，你先冷静下来听我说嘛。想要炼出一块上好的钢材，首先要把炉膛内的温度提上去，最起码也得搞到1100度以上，不然就靠着锻打，就算炼出钢来也是脆得很。我可以告诉你们怎么炼制焦炭可以提高炉内的温度，您要是不信，我做给您看看还不行吗？那行，你说的那个什么焦煤这就去做，要是这事真能成，挣的钱有你一半。周宁听大喜，连忙就带着几人找了一片空地，然后在泥地里挖出一个大坑，再将烧红的煤炭倒了进去，接着迅速的用泥土掩埋。等一炷香时间之后，往土上浇上少量的清水，等到浓烟开始从土的缝隙里冒出来之后，才将里面的焦炭给挖了出来。这就是你所说的焦炭。二叔，以后你在炼钢的时候就把煤炭换成这种东西，这样炼出的钢材，即便是不经过锻打，也比你之前炼制的百炼钢强很多的。好，我这就拿去试试。你小子如果敢骗我，看我不打断你的狗腿！说完，二叔就迫不及待的就带着焦炭开始测试去了，而周宁则领着乔可欣轻车熟路的摸到了厨房。你看着我干啥？赶紧吃啊！咱俩把他家几天的口粮都给吃光！哈哈哈。看着周宁搞怪的神情，乔可欣刚才被吓哭的小脸立马露出了笑容。如果官人真的中邪了的话，那他一辈子这样也挺好的。时间很快来到下午，此时两人已经酒足饭饱。周宁坐在二叔的摇椅上舒服的假寐，脑子里却在计划着如何挣钱。而可欣此时拿着二叔家里的针线，正在缝制周宁的衣服。好小子，真得成了！不要钱的马粪捡起来穿成串，然后放在火上炙烤。马粪被烤的散发出一种说不出的怪味，可小孩不但没有露出半分恶心神色，竟然还表现出一副很期待的样子。而这种奇葩的现象，仅仅只是大周王朝统治下百姓生活的一个缩影。我的老天爷啊！你的方法是在哪里学的？怎么不早点说与我？怎么了，二叔？练出来的刀不行？哎呀，太他娘的行了！这哪里是打造战刀，这简直就是把削铁如泥的神兵啊！练出了神兵不好吗？你这么生气做甚？你还笑得出来？要是早知道效果这么好，我就好好的弄个模具，将刀的样式再改改，然后装饰一番，就这一把刀能卖出至少500两。大周的货币制度，1两银子也就是1000枚铜钱。要知道，一个人吃一顿早饭，花费也就才2枚铜钱而已，所以这500两银子可着实不少钱啊！没想到随便支棱一下，造的刀就老鼻子值钱了，多搞几把不就发财了？嘿呀，对，我现在没权没势，一旦神兵现世，必然会遭到某些大势力的窥探，到最后钱没挣到，搞不好小命还会丢。二叔，你去哪儿？那还能干嘛？再去多多的弄些焦炭来，回头将官府的指派干完，立刻开始打造神兵。二叔，你等等，别急，听我说。周宁将二叔拉了回来，然后将自己的想法说了一下。二叔听后也觉得背脊一阵寒凉，随后他也逐渐冷静了下来。二叔，小侄最近还想了一个发财的主意，但是苦于没有本钱，您看要不先预支我点？你小子，我还以为你转性子了，搞半天还是惦记老子那点家当呢。不过你也算是帮了你叔大忙，这15两银子你拿去。谢二叔，那我先回去了。
周宁所说的生意其实就是蜂窝煤。大周目前的取暖方式非常单一，除了木炭，基本就是煤。上好的木炭是很好用，但制作不易且数量稀少，基本都是达官显贵在使用，而底层百姓能用的只有次品木炭或者含硫化物的煤。目前市场有了，技术我也有，启动资金虽然少了点，但紧巴现在唯一缺少的就是人手。看来得去一趟明月山了。周宁带着乔可欣回到破屋之后，交给了乔可欣5两银子，让他雇些匠人把屋子好好整整，然后就出门了。现在是小冰河时期，受气候的影响，大周西北部好几个郡府都遭受了旱灾，许多庄稼都颗粒无收，百姓没了收成，然后都变成了流民，最后就聚集在这明月山的半山腰上，等待官府的救济。哎，这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虎啊！郎君需要女人吗？我可以伺候您，给个饼子就成，求您了，俺孩子快要饿死了。郎姐，俺不要1个饼子，半个就行。来我这里吧，我还没有过男人呢，给俺小侄女1口饭就行。来我这里吧，求求你了，就当可怜可怜我们这些苦命人吧。看着眼前苦苦恳求的女人，周宁如鲠在喉，说不出话来，就像一只手插进了肺里，抓着了心脏，让他无法呼吸。哎，我现在自己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哪有能力帮你们呀？虽然很无奈，但周宁也只能是硬着头皮继续朝前走，然后就看到一个小孩在烤马粪，发生了开头那一幕。你赔我食物！你这熊孩子怎么这么货？差点我就……算了，给你馒头好，以后别乱吃东西了。小孩拿过馒头，就迅速地藏到了怀里，然后若无其事地离开了。这时，周宁注意到了旁边一个男人，他的身材十分高大，但看样子也是饿了很久。没死吧？没死就起来吃口东西，有力气了跟我做事。话刚说完，周围的流民看到食物，反应异常激烈，不一会儿都围了过来。周宁一看这架势，吓了一跳，正准备跑，突然那高个男子一下跳了起来，挡在了周宁的身前，一手胡乱地往嘴里塞饼子，一边拼命挥手帮周宁驱赶围拢过来的流民。你们这帮烂命是准备把活命的机会往外推吗？这位公子是来找人干活的，有了活你们才不会饿肚子，要是人家跑了，你们就等死吧。众人听完壮汉的话，都不敢继续上前了，似乎都挺畏惧他的。公子，我刚才差点就见着阎王爷了，是您给了一口吃的将我救活了，以后我铁牛生是你家的狗，死是你家的。你好像哪里不对？我就是想找10个帮工，待遇是全天管饱，而且提供住处。周宁还想继续说每月给工钱的时候，周围又开始骚动了。俺铁牛将话撂在这，谁敢再碰公子一根毫毛，可别怪我下手太狠。看你们的样子，似乎饿了很久，难道官府就没给你们派过一次粮食吗？这帮狗官哪里会管我们的死活？去年他们派人到俺们村征兵，强拉村里的青壮，最后就连一些孩童都不放过。可怜我的娃才12岁就被带走，自此渺无音讯，估计是死在战场上了。就是啊，整个大周王朝就没一个好人，全是一些贪官污吏，全都该死。是啊，实在不行我们杀进城去，反正早死晚死，不如吃饱了再死。铁牛，你挑几个信得过的跟我打，凑够10人就行。坑宝、有心、秃子，一连串喊了10个人，最后铁牛忽然发觉好像哪里不对劲。公子好像说让我找10个人。对呀，我就是喊了10个嘛，可怎么感觉哪里不对劲？兄弟们站好，我再数一遍，1、2、3、4。对呀，就是10个啊，为什么呀？特娘的，感情你不算个人是吧？得算我没讲清楚。好了，别数了，就你们了，也不知道是真傻还是假傻。乡亲们，你们都别急，我这边还会继续招人的，时间不会很长，最多3天。不过我有言在先，我希望下次来你们能规规矩矩的，不然我可就不会再来了。四周的流民听到周宁的这番话，脸上全都升起了喜色，有的甚至在周宁离开的时候行了跪拜之礼，感念活菩萨降世。当周宁回头看到这一幕时，心中也是感慨万千，真痛快啊！好久没吃这么饱了，哈哈哈！可不是，再吃不上饭，我估计就得饿死。老大，在流民队伍里，咱们可杀过不少人，会不会？坤宝这事你就别再提了，那些人根本就已经不是人了，杀了也就杀了，官府都不管，东家才不在乎呢。可毕竟东家也只是个平常百姓，要是被他知道咱们手上不干净，我害怕他会赶我们走。这些事你们暂时不要说，我会找机会跟东家说的。毕竟以后咱们都是东家的家仆，不能有所隐瞒，到时候是福是祸都得受着，这才是真丈夫。你们都给我听着，今天东家让我挑人，我之所以挑了你们出来，不单单是因为你们都是我的兄弟，最重要的是我对你们都知根知底，知道你们都是没啥坏心眼的磊落汉子，这才推荐给东家的。你们可明白？明白。我铁牛嘴笨，别的也不多说了，希望你们记得今日的话，如果将来你们谁做了一些对不起东家的事，可别怪我铁牛刀下不饶人。好了，都早点睡，明日一早起床开始干。
子成婚3年，却依然还是个处女，甚至对男女之事一窍不通。真的好奇怪哦，为什么插画中女人要坐在男人的身上？难道是为了惩罚自己的丈夫吗？乔可欣缩在被窝里，只露出小小的脑袋。为了等丈夫一起睡觉，两只晶莹的眼睛努力地和困意做着斗争。而她的丈夫周宁却是已经坐在床边一整晚了。自从他白天穿越过来，对这个世界所知甚少，所以他正在努力地翻阅着一本大洲风景人物志，想要从中了解一些各地的风土人情，以便将来扩大自己的商业版图。为什么还不来啊？夫君到底在看什么呀？人家要坚持不住了哇！乔可欣苦苦支撑，最后还是不自觉地睡着了。等到周宁将整本书翻完，来到床边时，却发现自己媳妇的嘴角流着晶莹的哈喇子，睡姿也十分夸张。周宁叹了口气，然后将乔可欣伸出被褥的小腿轻轻放回了被窝，这才脱掉衣服躺了进去。此时他也有些困意，可当他感受到身旁那温软的娇躯时，周宁的身心又跟着燥热了起来。哎，我何时变成了这么急色的人？难道是这具躯体还保留着前主人的行为癖好？不行，这年头又没有避孕措施，万一中标了怎么想？可欣这年纪还在长身体，这个时候怀孕会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的。可是念头一起，却很难再压制了，总觉得自己小腹仿佛有一团火在烧。不过最终，他还是靠着自己强大的意志力克制住了心底的欲望，没多久就沉沉睡去。可是人虽然睡着，但身体却很实诚。等乔可欣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被人死死地抱住，顿时羞红了脸。官人，你醒了，要不要奴家服侍您穿衣？不用了，我自己穿就行。你用过早膳了吗？穿个衣服而已，官人在怕什么？我从小就给小姐穿衣服，也没见有什么不妥呀。不过当他想起昨天半夜醒来发生的那件事情时，可欣立刻又闹了个大红脸。还没吃呢，官人还没吃，奴家怎么敢吃？对了，昨天您招募的那些流民已经在外边开始干活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辰起来的，好像是官人您订的东西到了，他们正往院子里搬运东西呢。是吗？我昨天才吩咐自动帮忙购买的材料，这么快就送过来了。看来二叔现在对我的事情很上心了。你也吃吧，吃完什么都别干，多多休息。谢大官人关心。乔可欣十分乖巧地站在一边，笑嘻嘻地看着周宁。周宁见状知道这丫头是不会跟自己一起吃饭的。古代人的尊卑观念已经刻到了骨子里，虽然自己并不是什么豪门阔少，但看样子乔可欣还是遵循着女子不上桌的传统观念。见过东家。大伙昨晚睡得可好？睡好了。那就好，我昨晚也是什么都没干，早早就睡了，就是为了养足精神。今天是我们最为重要的一天，咱们能否将煤球生产的又快又好，将直接决定咱们以后能不能过好日子。放心，东家，我保证拼命的干。是啊，我们也是。大家都听着，天气越来越冷，正是赚钱的好机会。我先亲自演示一下煤球的制作方法。煤球？这是什么东西啊？众人一听也十分疑惑，但没有人再继续追问。随后周宁亲自将所有的流程都给做了一遍，最终拿着二叔连夜打造的煤球机，狠狠地印在和好的煤粉混合物上面，然后停顿片刻，按动手柄一压，这样一颗整齐圆润的煤球就诞生了。看着眼前这个带着孔洞黑乎乎的东西，众人都有些摸不着头脑。在周宁给他们讲解了一番后，他们这才明白了过来。原来是用来取暖的呀，不过这玩意真的能烧着吗？如果这东西真能如东家说的那样，可以持续燃烧很长时间，又能取暖又能做饭，那这可真是好东西啊。随后周宁就开始分配任务，将10个人分成5组，按照流水作业的方式开始干活。今天咱们的目标是1万个，完工之后每人奖励1碗肉。听见周宁说完成任务就可以吃肉，众人立刻就浑身充满了干劲。回想起昨晚炖菜里面色泽金黄的肉片，大家都纷纷咽了咽口水。要不是昨晚周宁规定不让他们吃太多，他们能把自己撑死。随后众人就扯开膀子开始干了起来。刚开始大家还比较生涩，但很快就熟练了起来。毕竟压制煤球本来就是一个简单的活计，一点都不难。最核心的其实就是几种材料的配比。不过周宁已经提前在几个木桶上面做好了标记，只要按照上面的刻度线来称量材料，就不会搞错。看样子大家都已经很熟练了，也差不多该出门去找经销商了。铁牛，走，咱们出门。这一次他准备去全城各个地方踩点，顺便招募一些能替自己贩卖煤球的人。之前他观察过街边的卖炭翁，发现这些人似乎赚的并不多，甚至部分人还特别穷困。至于原因，他从昨晚看书的内容再结合一些历史知识，很快就想明白了。大洲目前的取暖方式是非常单一的，除了木炭基本就是煤。好的木炭已经被富商们垄断，而卖炭翁手中的次品木炭就成了有钱的看不上，没钱的买不起的东西了。至于石炭，也就是煤，确实便宜，但大洲北部的煤炭大多含有硫化物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这些在浅层地表开采出来的石炭，在北方大多都是用来打铁或者制造加工商品用的，根本就没有人会放在家里取暖，因为那样是会死人的。而周宁的煤球却不一样，它
他虽然采购的也是极为便宜的韩流酶所打成的酶粉，但在经过清洗、筛选、混合之后，就会变成有害气体含量极低的无烟酶。也正是了解到这些，周宁才决定率先制作煤球并贩卖的。而贩卖煤球的最好人选正是这些苦兮兮的卖炭翁们，他们不但对这一类的东西很熟悉，也经常走街串巷，可以很精准地找到目标客户。周宁经过计算得知，一个煤球的成本基本不超过2文钱，而他准备将一个煤球的定价定在5个铜板一块，而且他制作的煤球耐烧，1-2个煤球就可以烧上1整晚。这样一来，一户人家1个月也就需要花费150到300文钱，这和木炭一比，那简直不要太划算。可以说周宁很有自信，只要把煤球往市场上一放，那绝对会立刻被抢购一空。而卖炭翁每卖出100块煤球，周宁会给他10文钱的抽成，而自己就净赚290文钱。那么1万块煤球就净赚29000枚铜钱，折合银两就是将近30两银子。一天30两，那么1个月就是将近1000两银子，这还不算将来扩大规模之后的利润。不过其实这里面还有人工的费用，但目前这一点还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只有等工人们彻底安顿下来之后，他才会考虑给工人们发放工钱。现在如果告诉他们，很有可能会被当作骗子，毕竟除了周宁水也不可能对这些流民这么好的。在铁牛的帮助下，周宁找到了所有他们能找到的卖炭翁，并顺利的和他们谈好了价格。现在万事俱备，就等着煤球制作好以后正式发卖了。主仆2人回到家后，时间已经是傍晚了。一进门，周宁就被满院子的煤球给惊呆了。这是他第一次见到铺天盖地，到处都是煤球，不仅是地上，包括屋顶上也全都是。你们一共做出来多少个煤球？东县一共2万多个。妈！将煤块打成粉，然后以4:1的比例与黄泥混合，接着加入适量的清水搅拌均匀，最后再配上模具一压，这样一块我们所熟知的蜂窝煤就制作完成了。由于在古代取暖的方式非常单一，所以这种便宜耐烧的蜂窝煤一经推出，就吊打了一众同行的竞品，引得全城的人都在哄抢。我还担心昨天是不是做多了，没想到这么受欢迎，看来可以扩大生产。大官人呐，求您再给我2000个煤球吧，我保证1个上午就能卖完。见他这么说，其他的卖炭翁呼啦啦的全部围了过来，都渴求周宁能够继续给货。周宁自然明白他们的意思，但是奈何其他的煤球还没生产出来呢。大伙别急，3天之内会有大量煤球运过来，就怕你们这点人手不够呢。卖炭翁们一听，顿时欣喜了起来。他们都是做生意的老买卖，知道这东西卖得好就断货十分正常，所以就不再追问。可是那些为了买煤球而排在队伍后边的百姓们，一听说断货了，就纷纷表示不干了。那怎么行？万一明天你跑了到别处去卖煤球了，那我们去找谁买啊？是啊，我可不想再继续挨冻了。可怜我家小孙子前几日在家里差点没活活被冻死。哎呀，大官人啊，你瞅瞅你现在卖的可不仅仅是煤球，还是俺们穷苦人家的救命宝贝啊！老伯，你有点职业道德好吗？现在虽然天气冷，可后半夜也就刚刚0下左右，怎么可能在屋里被活活冻死？刚想到这里，周宁才忽然反应过来，他现在已经不是在21世纪了，而是在古代的大周。一般家庭的房子就连窗户都是纸糊的，更别提房子的保暖了。再加上这里连棉花都没有，衣服也薄得要命，就连以前的周宁不也是活活被冻死的？更何况小孩呢？各位乡亲们先不要着急，且听我一言。咱家的煤球呢，是个新兴的玩意，我也没想到会这么的抢手，所以也就造了这么点儿。那今天确实是没有货了，不过我周宁把话放着，3天之内最少生产出来50万块煤球出来，绝对可以保证大家都能买到足够的煤球过冬。此话一出，立刻引起了周围一片的欢呼声。在这些人里面，有家境殷实的富人，有穷困潦倒的读书人，有提着爬犁扁担的农民，也有期待着发家致富的小商贩。看着他们期待的眼神，周宁忽然感觉自己的压力有些大，于是一回到家中，他马上召集所有人开始议事。现在立刻召集人手。有星，这个事交给你了。我开出的利钱是1日3餐有肉管饱，提供住处，外加每人1月2000银子。这话一说，周围所有壮汉，包括隔墙偷听的乔可欣，全部震惊的张大嘴巴看着周宁，仿佛是在看一个活菩萨。有口饭吃都已经是天大的恩惠了，这不但管饱有肉，还提供住处，竟然还给银子。给银子，东家莫不是被金玉的阵仗给吓傻了？你们真以为我的钱是这么好拿的？对，你们没有听错，而且这一次我要招募300人，但我有个要求。东家，您真是活菩萨转世啊！俺求您把俺们家婆娘和娃子都收留了吧，俺保证，俺婆娘比俺还能干。至于娃子，可不敢要您工钱，这是要天打雷劈的，就给个住处就行，吃的可以从俺们口中省出来，求您了，东家。周宁看着地上这几个人，这才知道原来他们都是有家室的，于是暗中看了铁牛一眼。你这憨货，这种事不早说，当时一并带过来就行，把媳妇孩子丢在那么冷的地方，也不怕冻死吗？
那就把这300人的家属也带过来，也包括你们几个的家属。不过记得仔细挑选，我可不想出什么事情。东姐放心，这帮流民没有我不熟悉的，偷奸耍滑的我绝对不会招的。行了，你们先起来，下面我说下招工条件。第一，我会重新安排住处，但是所有人必须将身上的跳蚤给我清理干净，不然这东西可是会传播瘟疫的。第二，一旦收了我周宁的利钱，那就是我周宁的人，有些不能对外说的话，如果有人泄露了出去，一旦被我发现，可不是打一顿这么简单的。谁要是拿了钱还敢吃里扒外，那就等着埋骨深山吧。就是，谁敢有什么坏心眼被我察觉到？李美第一时间剁了他的狗腿。坤宝，你负责去城郊寻一片大宅子，不需要多气派，哪怕破一些也没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要大。是东家，我明白了。紧接着又是各种安排，几乎所有的人都被分配了任务。最后周宁还公布了一个让他们振奋的消息：从今天起，你们不用干活，我固定会给你们每个月1两银子的利钱，但我要的是绝对的忠心，你们可明白？明白。愿为东家效死，愿为东家效死。铁牛，你以后就是他们几个的队长，我不在的时候，他们都听你的。放心，东家，俺们几个都是过命的交情。周宁笑了笑，接着随意的再交代了几句，然后就回屋休息了。听说卖煤球的东家竟然是城南周捕快的儿子周宁，这小子不是说是个混人吗？怎么改性子了？改不改性子不知道，但是这煤球是真的好用。是了，这东西没什么油烟，而且烧得贼慢，最重要的就是便宜。这一块煤球才卖5文钱，要是省着点可以烧1晚上。还不止呢，这煤球可以几块摞起来一起烧，下面的烧完才烧上面的，这样火焰就可以连绵不断，就不用整日为引火犯愁了。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着，这一幕被恰巧路过的周广孝听了个正着，这一下可把他给搞迷糊了。他们口里说的周家大郎是我儿子吧？不可能，肯定是同名。大伯，等下我。这是大哥托我给您先拿点银子，说是不能耽误了静安哥哥升学。大哥，你说的是周宁？是啊，大伯，要不是大哥的话，我和我爹明年就要喝西北风去了，说不得以后还得靠你们家救济呢。那个，大伯，我还有事，就先走了啊。还不等周广孝继续追问，那个卖葫芦折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静安见过父亲大人，您这是？只见周广孝忙着跑到了桌边，抄起桌上的茶壶，直接对着壶嘴仰头一饮而尽。二郎啊，今日我回家时听街上的人都在宣扬一种叫做煤球的东西，据说是你大哥做的。煤球？大哥竟然还做起了生意？这本钱从何而来？这煤球又是学自何处？父亲可是听街坊们都在说，可不是吗？我一路走回来，半个南城的人都在议论。见父亲说的煞有其事，周静安立刻就发觉这是应该不假，于是就准备出去验证一下，却忽然想起自己娘亲也出去买东西去了。既然这煤球的买卖轰动全城，那娘亲也肯定是知道的。父亲别急，一切还是等娘亲回来再说吧。此时的周家主母沈氏正在内城的一家典当行典当一些自己的嫁妆，她为了老二的仕途可谓是操碎了心，最后一共换到4两银子。虽说钱不是很多，但是自家已经是竭尽全力了。想必知府老爷知道了，应该不会怪罪静安了才对。想起自家儿子的学业有了保障，沈氏这才一扫阴霾，喜滋滋的往家赶。可当他经过南城集市的时候，却忽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许多人手上篮子里都提着黑乎乎的东西，正在议论着什么。姐姐，你们这手里拿着的是什么呀？呵呵，这个呀叫煤球，取暖做饭都可以，好用又便宜。一听到可以取暖，沈氏的眼睛就亮了。自己家也不是什么富户，平时木炭不舍得买，偶尔买一些也是给自家二郎夜晚读书用的，就这样还时不时的用不上木炭。虽然二郎他孝顺没有说些什么，但作为娘亲，看着儿子受冻还是很心疼的。这下好了，以后静安晚上不会受冻了。还有那讨债鬼，回头也给他送一些过去，免得冻死还要给他收尸。想到自己家的大郎，沈氏是气不打一处来，但想想都是自己身上掉下的一块肉，最后还是将怒气咽了回去。姐姐，敢问你们说的这煤球在哪里买呀？妹妹呀，你今天可是去晚了，这煤球早就卖光了。什么？这么快就卖光了？沈氏听完心里觉得十分懊悔，自己刚才在内城就不该在玉器店里浪费那么多时间。哎呀，自己又买不起，非得去看那些个劳什子东西，错过了买煤球的机会，这可怎么办呀？看出了沈氏有些失落，于是大婶连忙上前宽慰：妹妹别担心，我听那买煤球的郎君说了，几天后他们会生产出来几10万块的煤球呢，据说隔几天就再一次开始卖，到时候早点就好了。姐姐，这商铺的位置在哪儿？他们并没有支棱起店铺，而是让那些探郎们直接沿街发卖。不过各个摊位都是固定的，其中一个点位就在这条街头。沈氏点了点头，就准备告辞回家了。不过出于好奇，在走之前，沈氏还是多问了一嘴：对了，姐姐，这卖煤球的东家叫什么？
我听有些认识那东家的街坊说，他是周家的大郎，全名是叫周宁，好像他老子还是县里的捕快嘞。得呦喂，怎么这么不小心？妹妹这是怎么了？大婶话音刚落，却见原本傻愣愣的美妇人忽然拔腿就跑，丝毫也不管地上的东西了。妹妹，你的东西不要啦。男人个子不高，看起来也十分瘦小，但奔跑如风，十分灵活。表面光滑的2-3米的城墙，他蹭蹭蹭2-3下就翻了过去。我靠！这家伙以前不是干飞贼的吧？在仔细询问过后才知道，原来这人叫孙大，以前是个纤夫，而且还是纤夫队伍里最牛的资深领路人。所谓的领路人，就是当船队经过无法下脚的悬崖峭壁时，需要人带着绳索徒手爬到绝壁的最高处，将绳索固定住，然后其他纤夫就可以顺着绳索摆渡过那片绝壁。由于这份职业危险性极大，所以能活过30岁的基本都是凤毛麟角。不过高风险也代表着高回报，他的工钱几乎是普通纤夫的5倍，而且还不用干活，平时只用跟着队伍就行。要不是官府长期拖欠工钱，孙大也不至于带着一大家子逃难到这里。这可是难得的技术型人才啊，关键的时候说不定有大用。孙大，以后跟我混，每月领2两银子。多谢东家。你们谁还有什么特长，统统都可以拿出来展示一下，一旦录用，同等待遇。自从煤球大卖之后，周宁就迅速扩大了生产，队伍一下子从10几个人扩充到500多人，不到3天的时间，生产出的煤球数量已达100万，而这些煤球在不到1天的功夫就被抢购一空。1周前还是个身无分文的穷鬼，现在摇身一变，已经成了身价1000两银子的富户。眼下生意火爆，说不定已经有人眼红了，必须尽快组建一支武装力量来保护自己。在大周，平民商户组织民团是不被允许的，但镖局却不在这个机会之内，所以周宁这才打算从500人的队伍里挑选出部分人培养成镖师。由于给的条件十分优渥，一时间踊跃报名者趋之若鹜，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已经选出了80个人。大官人，你可还记得我？别看我小，玩刀我老胡可是行家。周宁看着对方指尖翻飞的匕首，嘴角来回抽动起来。在小孩过来的第一时间，周宁就认出了他，他就是之前烤马粪吃的孩子。等你毛长齐了再说吧。此话一出，周围所有人哄堂大笑，而自称老胡的小孩也没有觉得丢脸，反而默默笑眯眯地走上前，在靠近周宁的一瞬间，一个翻身就骑在了周宁背上。等他反应过来之后，一把匕首已经抵在了周宁的脖颈。不可！你个死孩子，赶紧放开东姐！见到周宁被老胡挟持，周围所有的镖师都惊慌起来，惊叫着跑上前准备将小孩从周宁身上拽下来，可是却被周宁给制止了。你们这个时候过来，不是让我死得更快吗？众人见周宁脸色很差，全都战战兢兢地站在原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周宁轻轻将匕首从脖子上拿下来，然后老胡就很自然地从他背上下来了。嘿嘿，你这小鬼，我雇佣你们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一众镖师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些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保护东家您的安全。那为什么我需要被保护？因为东家给了钱。说得很好，但就在刚才，在你们的面前，一个小孩非常轻易的就可以杀死你们的东家，那个给你们工作，让你们的家人能够吃饱饭的东家，而你们竟然在这之前毫无警惕，反而站在那里嬉皮笑脸，你们应该觉得羞愧。周宁几句话说的掷地有声，在场所有汉子羞愧难当，甚至有的捂住脸不敢看周宁。太特么丢人了！就这样以后还做什么镖师？别说保护队伍了，可能连自己的小命都保护不了。周宁扫视了一下全场，发现这些人基本都已经明白自己的职责了，这才将口气缓和下来。你们现在清楚自己是来干什么的吗？清楚。很好，你们记住，往后的一段时间我会让你们生不如死，我要榨干你们的每一丝力气。从此以后，你们将不再有好日子过，因为你们以后不再是人，而是一把尖刀。你们必须明白，只有杀死敌人才能保护自己在乎的人，所以我要你们不把自己当人，你们明白了吗？明白。东姐赶快展开训练吧，我都等不及了。是啊是啊，大家伙快练起来啊！谁敢跟我老牛比力气？周宁见众人的士气已经被调动起来了，也就没有继续再啰嗦，于是立刻给他们安排了接下来的训练项目。这些项目全是按照民兵训练手册才做的，其中包含越野跑、站军姿、左右转等基础训练。随着训练时间增加，后续就会陆续加大训练难度，以及射击训练等等科目。周宁准备打造出一支强军来，虽然目前只有区80人，但他有信心3个月之后让他们焕然一新。先进的理论知识加上划时代的军械配合，只要不是遇见重骑兵冲撞，完虐大周任何一支队伍应该不成问题。是时候安排一下他们的装备了。想到这里，周宁又忽然感觉自己的几千两银子不够用了。切，还老胡，人不大口气不小。
哎呦，疼疼疼！哥劳资的，你快放我下来，不然……哎呦喂，我认输，我认输！见小孩哥求饶，周宁也就没再继续为难他，毕竟才是个10多岁的孩子。你想不想当镖师？当我的镖师可跟别的不一样哦。能有什么不一样？不就是拿着刀跟人拼命吗？这你可猜错了，我的兵可不是上前跟人打群架对着砍，我这里讲究的是敌人位置身先死，而且整体配合比个人武力重要的多。你听说过军阵吗？军阵，俺爹爹说过，敌人未到近前，首先要攻守放箭，用来打击敌人士气，跟你说的不是一个样。不过你说的军阵又是什么？嘿，到底是小孩，2句话就套出来了。果然是军户出身，而且能懂得这些。看样子小孩的父亲在军中曾经也有着不低的职位。有秘密的人多了去了，周宁也不打算追根问底，他只对眼前这个小孩感兴趣，毕竟是出身军武家庭，等将来长大了，说不定是个做统帅的好苗子。于是周宁就大概讲解了一些关于军阵的基本知识，结果让他意外的是，小孩果然一点就透。我明白了，原来你让那些人练习左右转弯，就是为了组建军阵。可是他们真的能成为你口中如臂使指，每个人动作一致吗？一定能的，你可以想象一下数万人动作整齐，长枪如林，旌旗蔽日的样子。哇！求你了，教教我吧！周宁看着态度180度转弯的小孩，心中哭笑不得。如果想要做一名合格的统帅，那么读书识字是最基本的。如果真想跟着我，那么就得先学习算学和认字。小孩似乎是有过前车之鉴，一听周宁让他读书认字，立刻就变成了苦瓜脸，显得内心十分纠结和挣扎。但是由于刚才周宁所说的那些军阵知识太过吸引人，小孩就不再犹豫，直接给周宁跪下摆了一个标准的拜师礼。拜师的事情还早呢，我虽然是个商人，可你想拜师就必须要给我束修，而且期限是1个月。如果1个月之内你能给我30两银子，我就收你，切记过期不候。说完，周宁扬长而去，心中畅快异常。而自称老胡的小孩此时已经呆立当场。这家伙真无耻，小孩的钱都要挣，我胡瑞星一定会完成先生的嘱托，你等着看好了。训练的事儿安排完之后，周宁立马又带着铁牛来到了二叔的铁匠铺。这次的目的当然是为了镖师的装备。二叔怎么样？焦炭好用不？好用，好用，真的是非常好用。大郎啊，能不能跟二叔说说你这炼制焦炭的方法是跟谁学的？二叔，不瞒您说，那一夜我梦到一个白胡子仙人。周宁叽里咕噜声情并茂地给二叔说了一大堆，本以为二叔还会继续追问，谁想到他却是对周宁的说辞深信不疑。没想到我周家竟然能够得到上苍垂怜，派的一位仙人下凡给侄女传道授业。大郎啊，你可要好好的珍惜这一次机会啊！一定一定。对了，二叔，这次过来想让你帮我打造一些武器。铁匠手握神兵图纸，可他既不出售，也不好好珍藏，而是直接一把火给点了。大郎啊，以后这样的图纸可千万不要再让他们现世了，以免被有心之人盯上。不过你说，咱家头顶现在是不是笼罩着宝光啊？二叔啊，你信那神仙，还不如信你侄儿我呢。原来眼前的周宁是个穿越者，武器图纸是他根据现代知识结合古代技法改进出来的神臂弩和尼泊尔，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这才对他的家人谎称是神仙在梦中所授。只是可怜了二叔，被周宁唬得一愣一愣的。二叔，图纸上的内容您都记下了吗？此时的二叔现在满脑子都是新兵器，哪里还听得见周宁说了些什么？没想到二叔和我一样都是个军械迷呢。哎，算了，反正这里离我那也不远。二叔，有问题你再找我，我先走了。说完，周宁就带着铁牛离开了。等他回到家里时，见到乔可欣正在极为认真地缝制衣物。官人好讨厌，进门都没有声音的，吓坏奴家了。对了，明天一早咱们可以回家了。啊，要回去了吗？别怕，再丑的媳妇总要见婆家的，不是吗？官人太坏了，奴家一点也不丑，而且奴家早就见过婆婆了呢。第二天一大早，周宁就带着铁牛和可心回了周家。刚敲开门，就看一个帅气的少年郎走了出来。来人正是周宁的弟弟周静安。大哥，你可算是回来了。你是不知道这几日娘是怎么过的？家中出什么事了吗？家里没出什么事，是娘去老宅寻你，却发现你已经不在了。她以为你有钱了，就不要娘了。这几日一直郁郁寡欢的。哦，这样啊。我那边人手扣招了，所以就在郊外的地方租了个更大的宅子，原来的老宅就没再用了。好了，大哥，我们先进去再说吧。姨娘是孩儿不孝，应该早早的就跟你们通个气的，害你们担心这么久。这还是我生的那混账儿子吗？莫不是中邪了？大郎终于懂事了，我心甚慰呀。好了好了，都起来吧。可心，我问你，这几日可与大郎圆房
3年前，周母之所以肯花银子去买下乔可欣，就是为了想早点抱上孙子。如果他不这样，以周大郎的性格名声，哪里会有良善女子肯嫁过来？可惜婚礼当日有人故去，这才不得不将这事延后3年。如今3年已过，代郎也痛改前非了，周母想着也该为周家传宗接代了。娘，我回母亲大人，可欣她还小，我打算再过几年。什么还小？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你都已经3岁了，哪里小了？沈月娥一听周宁辩解，气不打一处来，她看着面面通红的乔可欣，开始用言语敲打了起来。可欣啊，你虽然以前也是大户人家出身，可落地的凤凰不如鸡，可不要嫌弃我家大郎了。不是我不想生，关键大郎不碰我呀。既然如此，回婆婆，可欣不敢，一切全由官人做主。乔可欣此时一点也不害怕，反而觉得利用婆婆来让夫君妥协也是个好主意。可这一下子就轮到周宁头大了，这可咋办？可欣才16、17岁，在俺们那儿满20才能结婚呢。娘亲请看，这是我和可欣一起为您挑选的玉镯。只见周宁缓缓打开一个精美木盒，露出一对让人眼前一亮的玉镯来。还没等周宁捧起玉镯，神色激动的沈月娥就跑了过来，一把拿起玉镯欣赏了起来。还好我机智，终于转移了注意力。见到母亲喜欢，周宁也松了口气。可母亲是高兴了，老爹却又十分不开心。这孩子刚挣点钱就开始飘了，不知道持家有多不容易。看来有必要再给你小子上课了。说着，周广孝不知道从哪里摸出了一根竹棍，抬手就准备打，结果却看到周宁笑眯眯地捧着一把造型古朴的制式长刀出来。这是什么？你还想跟你老爹拼命不成？老爹，这是给你的礼物，我特意托人从西域购买的宝刀，价值千金啊！送我的。话音刚落，一眨眼的功夫，长刀已经出现在老爹的手里。其实这刀哪里是什么西域宝刀，而是二叔用焦炭技术锻打的。之所以不告诉周广孝，就是怕他出去跟人炫耀，暴露了二叔能打造金刚的秘密。都说天下兵器看西域，果然没错。不过大郎啊，以后可不要如此破费了。这年头世道不太平，要懂得居安思危才是。谢父亲教诲，儿谨记于心。那就好。随后母亲也没再催促周宁赶紧生孩子了，父亲口中也一直念叨儿子有出息。晚上更是一家人美美的吃了一顿团圆饭。酒过3巡，结束后大家就各自回房休息去了。而乔可欣刚一回到屋子，关上门，就非常主动地搂住周宁脖子，死活挂在他身上不下来，非说要听周母的话，赶紧要个孩子出来。官人，咱们要个孩子吧。在乔可欣猛烈的攻势下，周宁的心理防线也逐渐被突破了。就在将要更进一步的时候，忽然隔壁传来了苍茫带着些许哀怨的箫声。该死，何人此时吹箫？官人莫喊，是二叔。被这么一闹，周宁也冷静了下来，于是他准备去会一会自己这个二弟。大哥这么晚了，找小弟有事？就在周宁刚要开口质问的时候，周静安身后的墙壁突然传来了些许震动声。老爹还真是生龙活虎啊！看来自己是误会老弟了，难怪吃饭的时候说起房子扩建，他看起来十分激动，原来是这个原因啊！二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的，场面一度十分尴尬。于是他们赶紧离开了屋子，来到了院子里。静安放心，明天我就着手扩建房子。大哥不用介意，我其实习惯了。咱们还是说说你的生意吧。我虽是一介部，但也多少懂得一些经世之道，说不定可以帮到大哥一些。周静安现在虽说还是一介书生，但胸中其实住着一颗济世救民的心。原本想着正好借这个机会引导一下大哥，做一位善良正直的商人，结果听到大哥的计划，整个人傻了眼。大哥招拢了多少流民？现在差不多有700多人了吧？这么多人，煤球的生意很赚钱吗？周静安真的是很惊讶，他没想到以大哥的性子，竟然会主动招拢流民。要知道700人每天的口粮都是需要不少银子的，连知府都束手无策的事，就这么被他大哥轻易的解决掉了。大哥，咱们大周目前内忧外患，我能理解你的想法。组建镖局确实是个不错的主意，不但可以形成一股势力，还能保护自家生意。但私自组建民团可是犯了忌讳的。不过我倒是有个提议，不知大哥愿听否？二弟快说。既然大哥有意从军，倒不妨找守备大人买个团练使的小官做做。这团练使虽不入正弦，但确实有组织民兵的权利，人数虽不多，只有300，不过应该也足够了。周宁听到这里，心里忽然觉得这个主意不错，虽然有些害怕将来会受制于人，但换个思路来想，有了官职就一定要听上级调令吗？可以推脱啊，总不能一句话不说就立刻派大军围剿吧？不对呀，二弟身为一名秀才，竟然鼓励我去买官，这种事情在大周早已经习以为常了吗？周宁戏谑地看了看自己的老弟，而这样的神情一下子就被周静安给捕捉到了。大哥是在笑我教唆你做坏事？哈，我周静安岂是那种迂腐之人？
目前大周朝廷风气糜烂，买官卖官之事早已稀松平常。不过你如果真的买了物质，反而衬得你是高风亮节之人。周宁咀嚼了其中的味道，很快就明白二弟的意思。大周武备吃空饷严重，根本就发不下来俸禄，这种无权无势的武官职位，根本就不会有人去买。一旦你要是买了，那别人反而会认为你拥有一颗精忠报国之心。静安多虑了，大哥没那意思。随后就这样，兄弟二人你一言我一语的一直聊到深夜。在分别的时候，周静安还不忘提醒大哥小心仿品。好巧不巧的是，第二日周宁一回到郊区大宅，就有人上报说配料环节的小队长刘瞎子不见了。呵呵，还真让静安给说中了，果然还真有人惦记上了我的生意。他从邻居家的草垛上薅了一把稻草，接着从河边捡来一些贝壳，然后点燃稻草，将贝壳放在火上煅烧。一段时间后，将烧完的草木灰收集放入水中搅拌，而煅烧后的贝壳则磨成粉，同样也加入水中搅拌，之后用纱布过滤出汤汁，这样就得到了一份烧碱。可要想制作出肥皂，单是一份烧碱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份动物油或者植物油。当然，爱出油的朋友也可以用自己的油来替代，而在古代猪油显然是最佳的选择。将炼好的猪油放凉至体温后，再加入碱水不停搅拌，有条件的还可以加一些细盐，这样可以加速皂化反应，最后搅拌至黏糊的膏状，用模具定型。待凝固后，一块肥皂就做好了。东家，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啊？这个叫肥皂，用来洗衣服或者清洗身体的。东家，您说的这不就是皂角膏吗？差不多吧，但是我这肥皂可比皂角膏好用多了。现在去取一件脏衣服过来，我让你们见识一下肥皂的好处。于是铁牛立马拿了一件脏衣服递给了东家。肥皂看似是一块整体，但入水后表面的一层会逐渐软化。将肥皂涂抹在衣服上，反复的揉搓，在经过清水冲洗后，原本顽固的污渍竟然全都消失不见了。这洗的也太干净了，跟皂角膏一比简直好用太多了。可皂角膏本来就是有钱人家才能用的，那这肥皂岂不是更贵？不，一块肥皂只要5文钱，这也太便宜了，这岂不是说天下所有穷人也能够买得起了？肥皂的出现就是为了针对普通人的，毕竟富人还是少数。可是东家，咱们卖肥皂也不能解决煤球配方被盗的问题啊！谁告诉你我弄肥皂是为了那事的？煤球的季节性比较强，只有冬天赚得多一些，可肥皂却是一年4季都离不开的东西。而且配方的事你放心，就算它有了煤球的配比，也比不了咱的煤球，搞不好还会引火烧身。原来就在不久前，周宁就从手下人那儿得知配料环节的小队长刘瞎子不见了，但周宁并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因为他知道，如果刘瞎子按照他的配比做出了煤球，那么这种煤球是有一个致命缺陷的。之所以周宁此时选择做肥皂，是因为最近煤球生意开始逐渐平稳，平均每天的收益已经下降到了500两银子左右。其实这事也很好理解，前期煤球卖得火爆，无非是大伙担心后面会缺货，所以前面都在囤货，这会都已经囤得差不多了，自然购买量就下去了。而周宁这边最近镖局又在不断扩招，二叔那边也需要钱财打造神臂弩和狗腿刀，所以他才觉得有必要扩大生意了。大伙听着，此次凡是参与肥皂重要配比的工人，每月发3两银子的月俸，但是必须遵守几条规定：没有家人的不要，有家人的必须住在大宅单独安排的房间之内，平时外出也必须要有人跟随。如果真的想要外出，需要提前打申请，经过我亲自批复后才行。周宁这次学聪明了，他觉得有必要加强一下保密制度，所以才提了这几条规定。原本听到3两月俸而趋之若鹜的众人，立刻就少了许多。不过报名者仍旧不少，最后周宁亲自从中挑选了一些人，并且还招了5位负责人，让他们每个人负责一个步骤，这样即便其中一个人被别人拉拢走，也只是知道一个步骤而已。将这一切做完，接下来就开始批量生产了。姨娘，这里有一些我新发明的肥皂，洗衣服或洗身体都可以，你们能帮我送一些给附近的亲朋好友试用吗？白白净净的还挺好看的，像玉石。没问题，明日我就带些给班里的那帮伙计，让他们多给宣传宣传。大哥，能给我弄几块吗？朋友家急需这样的东西。周宁心想应该是送给某些同窗好友，所以也没有吝啬，反而多送了一些。可等到晚上周静安回到家里时，周宁发现他看起来心事重重的样子，饭也没吃就独自回到了房间。他这是怎么了？官人，二叔身上有十分浓重的脂粉味。脂粉味？这小子是去花楼了？周宁有些意外，平时周静安给他的印象是那种谆谆有礼的年轻秀才，却从来没想过他已经到了该娶妻的年龄了。不过周宁又转念一想，毕竟这个时代文人墨客之间喜欢吟诗宋词、饮酒作乐，偶尔出入青楼也属正常，所以周宁也没有太过的在意这件事。时间来到次日，之前周宁就有想法将煤球的生意扩展到周围其他府城，所以一大早他就召集了50名镖师。这次你们50个人将护送一批100万块的煤球，
前往周边村镇沿途发售。在这期间，如果遇到劫匪、山贼或者流民，那就全靠你们了。你们有没有信心完成这次任务？有，很好。这次任务如果完成的顺利，少不了大家的好处。但如果途中发生了意外，你们也不用担心，家中的妻儿我自会妥善安置，并不会让他们挨饿受冻。誓死效忠周家。这次外出执行任务是个好机会，如果立了功，说不定一次就能赚够拜师的属性。先生，我可以一起去吗？那好吧，但你一定要跟紧队伍，如果拖了后腿就自己回来。知道了，多谢先生。这一次商队的目标是打通临安府朝北，一直到北凉郡城之间的商路，一路上土匪强盗无数，所以周宁在出发之前都给这50名镖师配备了强弩和百炼刀，就是为了以防不测。不过毕竟这伙人是第一次作战，周宁也有点拿不准他们的战力，生怕没多久就会收到损失惨重的噩耗，于是他立马又安排了第2批的镖师招募计划。你们这300人是我精心挑选来的，以后能不能过上好日子，全靠你们自己的努力。表现得好，顿顿有肉吃；表现得不好，就给我回去继续当流民。大家明白了吗？明白。东家，主母派我有要事相告。我娘有何事？主母说老爷被知府大人派到太平县做任，说他不放心让您派些人过去。太平县？东家，这太平县我知道，距咱们临安府往西大概30里路程。前些年我去过那里。你可知道知府派我爹去干嘛？听主母他老人家说，好像是那边发现狼群袭击村镇，据说已经有人被咬死了，而当地县衙空虚又没有能力处理，于是就派了20名捕快过去，而负责带队的正是老爷。狼群？这件事似乎有些不对劲啊。即便是打狼，那也是县衙组织猎户去处理，派遣捕快去干嘛？东家或许不知道，这几年天气寒冷，地里根本不长粮食，所以好多人都逃难去了，村里的人越来越少，找不到人打狼也很正常。可是狼一般都在山里活动，成群结队下山的可能性不太大。这样，铁牛，你去找20个最早跟着训练的镖师，带齐装备马匹，咱们立刻出发。是，东家。铁牛知道事情严重，也不敢耽搁，嚎叫着就立马找齐了人手。在周宁简单的交代了一些生意上的事情之后，一行人很快就骑马离开了镖师大营。而就在周宁几人出发之后没多久，周静安也找到了知府宋河的家里。知府大人正在公干，没空见你，你先回去吧。知府大人没空，不知道是真没空还是故意的，要是后者可就麻烦了。周静安也是临安府排得上号的秀才，这次秋闱按理说能够取得不错的成绩，所以知府大人平时对他的态度还算不错，还曾亲自教导过周静安学业。以前他也曾来拜会过知府宋河，那几次都顺利见到本人，可这一次却说没空。周静安隐隐感觉有些不对劲，于是他又去找了老爹的顶头上司司狱大人以及刑房总捕头，结果全都避而不见。看来是有人针对我们周家，就是不知道是谁有这么大能量，可以同时买通从上到下整个府衙。按捺住内心的慌乱，他忽然想到也许可以找父亲的同僚问一下，于是周静安又找到平时和老爹相熟的捕快询问，最终这才得知了一个消息。前几日有人拿钱打点府衙上下，说要整治一下周广将，但是到底这人是谁，我也不清楚。多谢师伯。静安，你快走吧，如果被其他人看到是我给你通风报信，说不定我也会招致祸患的。那师伯，静安先告辞了。父亲平时为人老实本分，从不惹事，怎么会招惹到如此大人物？不对，对方的目标一定不是老爹，是我，也不可能啊！难道是大哥？会不会是有人眼红大哥一夜暴富，想要打压，甚至是想抢夺煤球的制造方法？对，一定是这样，抓不到大哥的把柄，所以就故意针对老爹来企图让大哥就范。不行，我得找书院同僚将此事公之于众。大人，这煤球生意真的这么赚钱？就连这位也要分一杯羹。这种东西虽然量大，但是利润不高，赚多大钱倒不至于。比起这东西，走私军械、贩卖人口、杀良冒功，哪一个不是天大的暴利？大人啊，善呀，善呀！哼，既然不挣钱，那他这是为何？学门啊，这还不清楚吗？你想想，那周宁自从贩卖煤球开始都干了些什么？招拢流民？可不是，这种世道啊，钱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反而是人口，这才是关键。你想想，如果这人得了这生意，平日里用他养活流民，流民自然是对他死心塌地。进了作坊那是工人，出了作坊拿起刀那可就是吃人的老虎。按照朝廷规定，一府守备的兵制最多是8000，难道他想造反？别怪我没提醒你，自己知道就行，万一泄露出去，我也保不了你。哎呀，我真是嘴欠，我问这些干嘛？这么一来，这条贼船我不上也得上。不好了，府尊大人，青丘书院的贡生们聚众闹事，已经闯过众华房了。什么混账东西！眼看秋闱在即，怎地又来闹事？这一次带头之人是谁？带头之人是周宁胞弟，
周静安。男人是个中年残疾，却有30多个老婆，上至40多岁，下到17、8岁，他是来者不拒，统统纳入房中。什么？这些全是你一个人的老婆？呵呵，大人见笑了。韩战你可真厉害，佩服佩服。其实这些都是我兄弟们的媳妇，他们都死在了西北，尸骨也没能带回来。家里的老婆娃子如果没人管，就得饿死。好在寡妇村的男人没死光，所以我们就干脆将这些婆娘全娶了。以后大家就是一家人，互相照应着，说不定能撑过这个冬天。可谁能想到，俺们都回到了家乡，还是没能逃得过这群狗杂碎的追杀。原本5个男人，现在也就剩仨了，婆娘们也被砍死了10几个。要不是害怕将来婆娘娃子没人照顾，俺们早就跟杂碎们拼了。东家，据我探听到的消息，老爷一行人此时应该就在寡妇村。寡妇村还有这种村民？我听说这寡妇村原本人丁很旺，后来因为村长跟知县闹矛盾，所以知县就将其他村摊派的兵符都弄到了他们村，最后他就真成了寡妇村。这种狗官草菅人命，简直该死！是啊是啊，真是恨不得能砍了这厮的脑袋。哈哈，那你们可来晚了，那狗贼已经赚够钱辞官了，早不知道跑到哪个地方风流快活去了。好了好了，管好自己就行，还真当你们是替天行道的侠客呀！现在我想你们也应该清楚，我训练你们是为了什么了。没有力量，我们比起这些人渣什么也不是，只有被他们玩弄的份。但是只要我们足够强大，就可以无视所有的蝇营狗苟，但凡刀锋所向，皆是我囊中之物。可东家，咱们是镖师啊！谁说镖师不能杀人了？可他们是官啊！去了官府再杀不就行了？众人听后哈哈大笑，都当自己东家是在开玩笑，可他们却不知这正是周宁内心的真实想法。他清楚地明白生逢乱世，一味的仁慈到头来只会害了自己。东姐快看，前面似乎有情况。东家，那是一具女尸，看样子是被人骑着马在快速追赶的时候一刀砍死的。骑马？会不会是马贼？有可能，但有这种能耐的绝对不是一般马贼。看来寡妇村的命案不是狼群这么简单，大家加快点步伐，先找到我爹再说。众人再次加快了脚步，朝寡妇村的方向飞奔。一路上，他们不断看到倒地的死尸，其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最重要的，周宁还赫然看到几名身穿捕快长袍的人，他一眼就认出了是老爹的同僚。随着这些尸体不断的从身边掠过，周宁的一颗心也渐渐沉入谷底。终于在半炷香之后，他们看到远处有一片民房，然后就清楚地听到几百米外传来了阵阵喊杀和嚎叫声。前方有人，大家安静，所有人下马，准备战斗。众人应诺，立刻全都下马，然后装备好武器。随着众人朝着喊杀声传来的方向靠近，他们看到了一群骑兵正围着一处房子，好像打算用火烧死屋子里的什么人。弓弩准备，放。有敌袭。由于是偷袭，再加上周宁之前系统性的给他们训练过，所以这些箭矢几乎在第一时间全部命中。但有一名敌人在临死之前吹响了一个古怪的哨子，周宁猜到这可能是敌人的求援信号。快，你们立刻将屋子里面的人带出来，咱们要快些离开这。老爹，周广孝，你在里面吗？大郎，是你吗？大郎，我在这。太好了，老爹，终于找到你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老爹快，你们全都过来躲进我们中间。大家听着，弓弩准备。只见21名镖师不紧不慢的移动，组成一个简单的阵型，将刚救下的几十个人护在了身后。而另一边，迎面而来的是一队30多人的轻骑兵，他们身披甲胄，行动井然有序，怎么看都不像是普通的马贼。难道是西夏的轻骑兵？开什么玩笑！临安府距离边境可是有着足足1000多里啊，他们怎么可能通过层层防守抵达这里？放！哈哈哈，他们手里拿的是个什么玩意？在玩过家家吗？兄弟们，咱们身穿3层厚甲，这小小的箭矢伤不到我们。护好面门，都随我冲啊！不好了，头儿中箭死了，大家快退！不好，他们要跑。如果神臂弩的事情暴露，或者敌人在远处还有援军，那可就真的麻烦了。铁牛，你带上人骑马超近道，一定要杀光他们。是，东家。于是铁牛立马翻身上马，带着15人追了过去。壮士，我给你们带路，等等我。爹，这人是谁啊？刚才那人是寡妇村的猎户，之前当过边军，最恨那些西贼了。大郎啊，他跟过去你尽管放心，
西仔，爹，你说的可是西夏人？是啊，这帮人虽然穿着大周的衣服，但是绝对是西夏的劫掠队。你爹我当年年轻的时候也当过几年兵，还曾远远的看过，绝对不会认错的。这年轻人是谁啊？身边这人真是他爹吗？那他应该也就是个捕快的儿子，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武器？而且手下的人看起来也都是训练有素的样子。在下名叫韩战，是这寡妇村的猎户，也是代理村长。前些日子因被负伤，刚刚从北凉军中回来，多谢大人搭救。北凉军可是北凉郡王的部下。回大人，我曾是骠骑校尉连大人麾下一名斥候，不过我们北凉军的确归属北凉郡王管辖，但现在可能已经不是了。那你可知这敌人的来历？回大人，这帮人的确是西夏的劫掠队，不过他们应该不是主动深入我大周，据我猜测是被什么人从边境一路追过来的。追过来的？是的，大人，稍后有机会我再跟您解释。现在我先要赶紧回村子里看看。你们两个留在这里，等铁牛他们回来。爹，我们一起去看看。于是周宁几人就跟韩战他们一起回到了寡妇村，这才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战儿啊，别哭了，叫外人看了笑话。大人啊，感谢您对我儿他们的救命之恩。大娘不用客气，我也是来救我爹的。还有你们可别再喊我大人了，我就是一名商人而已。您别骗我了，商人怎么可能训练出来这种精英来？就这几位兄弟要是在我们军中，那绝对都是当斥候的料啊。哦，是吗？看来这些天的训练还是挺有效果的。如果以后长期训练的话，不知道他们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嘿嘿嘿，韩战大哥，我在临安府还是有不小的基业，作坊每天都在忙碌，缺人缺得紧。不如你们这一次就跟着我回去吧，不说能有多大富贵，但我周宁敢保证一天3顿饭，顿顿管饱。等姐姐们做工熟练了，每月还能领到2000银子呢。大人说的可是真的？当真。寡妇村281口，还请大人收留。韩大哥，快请起，以后不必如此，你可以像其他人一样换我东家即可。是，东家。不同于往日的刻意拉拢，这次周宁是真心佩服韩战这种真男人大丈夫。他知道这种人永远不能当做手下看待，而是要当兄弟对待，这样将来无论有再大的诱惑，韩战也不可能背叛自己。东家，我回来了。咦，人全杀了，一个都没跑，咋样？我铁牛厉害不？全杀了，活口呢？可您没说要活口啊，俺还以为……你个憨货，这种事还用说啊？行了，你赶紧去洗洗，这血腥味隔着几里地都能闻得到。好嘞。东家，那些西夏骑兵的尸体怎么处理？全烧了吧，省得造成瘟疫。东家，这可都是银子和战功嘛，就这么烧了？我能不知道这些尸体拿到官府就可以换到一大笔银子？但这样一来，我拥有神臂弩等武器，岂不是会被暴露了？没事的，还是埋了最为方便。韩战见东家都这样说了，也就没有再继续追问。而寡妇村的事也算告一段落，于是大家简单的收拾了一下，就一起踏上了归途。可周宁不知道的是，就在他们走后仅半个时辰，又有一波轻骑兵赶到了寡妇村。将军在追击敌国士兵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所有敌人突然一下子就消失了。等他们再次寻到踪迹时，却发现敌兵早已凉透，而且身上还布满了血窟窿。究竟是什么样的武器，竟能直接洞穿这3层甲胄？禀告将军，小的在旁边的草丛里发现了这个。留得住，这种剑石你们见过吗？闻所未闻。将军，在坑的底部，我还发现了一些被砍成2半的人和马的尸体，看样子应该是从上至下一刀所为。不就是一刀将人砍成2半吗？我也能做到。这都没听明白吗？人家是一刀砍断了人和马，其实应该还要算上一把兵器的。放你的屁刘大侠，一刀劈开3层，哪里是人能做得到的？你以为是妖怪啊？呵，你个匹夫懂啥？你才是匹夫，你全家都是匹夫。2个校尉争得面红耳赤，一旁的小将却陷入了沉思，他百思不得其解，究竟是哪里来的神兵天将，还有这些厉害的武器？其实这一切都是一个叫周宁的商人的杰作，他利用现代知识造出了射程可达200多步的神臂弩，以及古代工艺无法比拟的钢刀。在得知父亲可能有危险的时候，周宁第一时间便带着手下前往寡妇村查看，正好碰到了西夏敌兵围困父亲一行人，而他很轻松的就将敌人打退了。为了守护神臂弩的秘密不被泄露，于是周宁便派遣铁牛等人追击逃兵。铁牛在手上那把金刚所造的陌刀加持下，杀敌如砍瓜切菜，这才出现了那些身体2半的尸体。好了，你2人别吵了，这其实也不算什么。哪个军中没有力气大点的？我平时是怎么教你们的？看事情要在第一时间找到重点，重点在于这把武器的锋锐程度，就算是我爹的百战宝刀也做不到的。而且你们看他们身体上的洞，分明就是这件石所为。这样的穿透力，如果对着空气平射，最少能够射出200步以外，甚至还能更远。不太可能吧？这么短的箭矢能射这么远？是啊，就算一把30弓也不可能做得到。要是说这么个小村子能有人开40弓，那我宁愿相信这世界有鬼。你呀啥都好，
就是死没见识。这哪里是弓，这分明是劲弩。不会吧？谁家的劲弩能射出去200步？就算是最好的工匠打造的弓弩，也最多80步。就这还是我多算了呢。不需要你信，刘得志，属下在。我命令你找到这帮杀死西夏骑兵的队伍以及主事人，找不到就不用回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韩战大哥，之前是你们向太平县求援，说是遭遇了狼群袭击吗？不是的，这帮骑兵是在昨夜忽然闯进村子见人就杀的，根本就没有时间出去救援。这哪里是执行任务？看来是有人想置老爹于死地呀！父亲，这一次出来执行任务是谁的命令？府衙的总捕头张信。那爹你可与他有何仇怨？哪有什么仇怨？狗日的张信，看我回去不剐了你！爹，此事你先不要声张，交由我来处理。那好吧，听你的。韩大哥，那些骑兵又是怎么回事？回东家，当时那帮骑兵来得很匆忙，应该是想要在我们村里休整一下。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暴露，可后来他们忽然暴走，见人就杀。我一看势头不对，就安排人一边将剩余的老弱妇孺藏进地窖，另一边带着村里的小孩准备逃出去。结果遭遇了另一波骑兵的堵截，后来就遇到了从临安府赶来的令尊和一众捕快。再接着的事情您都知道了。可是他们怎么会不远千里的深入大周境内？难道一路上就不曾有一个防守管发现吗？大周朝廷重文轻武，甚至人人以打压武将为荣耀，克扣军饷造成大周军心涣散，甚至还有些官员在将士们的兵器、铠甲等重要装备上面做手脚，导致原本就羸弱的大周军队更加的战力不堪。其结果就是蛮族骑兵每一次冲击府城，基本是遇不到丝毫阻拦。如今还能够正面对抗蛮族的，除了北凉郡的北凉军，就剩下乐山郡府的川军了。而在北凉军中，目前最为出名的就是当今大周勇拼搏的4子武进忠了。冠军猴年不过20，但却已经在北凉军中立下赫赫战功，曾经30次杀退西贼的大范围攻城战，还曾经跟号称蛮不可敌的蛮族军队对战而不落下风。东家您可能不知道，武侯也是陛下登基以来20几年里唯一获得冠军侯称号的武将了。看来韩战很崇拜此人呐。不过由此看来，这武进中还真有些岳将军的影子。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尘于土，8000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韩战的描述勾起了周宁对岳飞生平的感慨，这让他无意识地吟出了那首剧作《满江红》。而一旁的韩战有些不明所以，他还以为周宁是在感慨大周武人的艰辛，但当他听完整首诗之后，不知为何只觉得整个人热血沸腾，恨不能立刻战死沙场。官人，您回来了，我这就去给您准备热水和饭菜。哎呀，真是个贤惠的媳妇，你可得感谢你娘，如果不是她可心，也不会来到咱周家。爹，你还知道回来呀？这一次出去咋没让狼给叼了去？娘静安呢？怎么没看到他人？你走的那天，二郎认为知府大人刻意针对咱家，于是就带着一帮同窗去府衙闹，结果被抓了进去。啊，那您不早说。行了，你就不用去了，说不定他现在就在大牢里面受人膜拜呢。啥？受人膜拜？什么情况？这年头文人以坐牢为荣，你只要说是含冤入狱，其他学子都会感觉这人身怀大义，不畏强权。如果在牢狱之内遭遇毒打酷刑，那可就了不得了，出来之后就会被世人推崇，名传郡城都有可能。但是你要是死在牢里面，那可就捅了天了，有可能将名声传遍天下，世人皆知，甚至是被载入史册，流传千古啊。所以啊，现在大周的学子没一个省心的，只要找到官府的一点贪腐苗头，就会立刻聚众闹事，恨不能拿头撞柱以表赤子之心。呵呵，这变态般的文化氛围，一边是嫉恶如仇的文人学子，一边却是恶臭遍地的朝堂。屠龙者终将成为巨龙，人总是不知不觉间就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周宁还想再说，却发现父母都是一脸的满不在乎，于是他也暂时按下了念头。接下来周宁哪也没去，就在家里陪着家人舒舒服服的住了3天。期间周宁还想去牢中探望二郎，可奈何根本挤不进去，人太多了。自从周静安率众人大闹府衙之后，他就成了名人。东家，你可算是回来了，我们正等着你回来主持大局呢。是出了什么事吗？不是的，东家，是我们的肥皂太畅销了，它只要一出作坊的大门，立刻就被人抢购一空。现在作坊根本就生产不过来，你看啥时候扩大生产啊？这个先不急，今天先给你们发月钱。东家要提前发月钱的消息一经散布，立马引发了全体工人的欢呼，喜悦的声音甚至传到了附近的集市。这没求作坊的人发什么神经，就跟捡到了钱似的。
可不就是捡到了钱？原本是一群无家可归的流民，自打进了府城，来到这周家作坊之后，吃得饱穿得暖，当然高兴了。是啊，我听说周家大郎每月还给这帮人2000银子呢，再加上全天管饱，住宿又不用花钱，1年下来就能存到2两多银子。换了我也高兴啊！哇，这么挣钱的吗？我在外面忍饥挨饿还受冻，1年也存不了这么多钱，说的我都想进这里干活了。呵呵，你以为只有你这么想啊？关键人家现在就根本不缺人。你是说那个刘瞎子原本就是本地富商金明的心腹？是啊，东家。据我近来探听到的消息，这金明早就看上咱家煤球生意了，但他想来东家绝不会把制造煤球的方子卖给他，所以干脆就派了刘瞎子混进了作坊来偷。那这金明背后可还有靠山？你们可曾查了？回东家，这一点倒是不清楚。不过据赌房的赖子说，这金明不是什么好鸟，为了钱财没少霍霍人。之前有个做纺织的商人跟那金明起了冲突，结果半个月后，这家人的商队就被人劫了，而且商队的人也全部失踪，据说都被劫匪撕了票子。难道他还暗通盗匪？之前出去打通商路的队伍现在如何了？回东家，这几天是什么情况我不清楚，但商队走后第3天，就有人在庆山府通往定山府的路上见到咱们的镖师正在和一伙盗匪厮杀。咱的镖师那都是什么战力？杀几伙毛贼还不是小事一桩，分分钟就收拾了他们。看来商队的事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对了，铁牛、韩大哥他们在大营住的可好？东家，这韩战真是个能人，不愧是战场上退下来的百战老兵，这才多少天就把那帮子皮烂货整治的服服帖帖。周宁听后呵呵一笑，自从韩战加入团队后，周宁直接让他接手镖师队伍，自此韩战成为自周宁以下权力最大的人之一。治军不比其他事情，咱们几个管着的时候看上去严厉，但是跟正儿八经的军队比还是有些仁慈了。那可不是，恭喜东家再添一员猛将。东家，算时间二爷该出狱了，要不要俺去接一下？对哦，差点把静安给忘了，这家伙再是春风得意，现在想必也在里面待够了。走，咱俩去接一下他。之后两人直接出门，朝着府衙大牢而去。可就在快到府衙的时候，忽然出现一队官差，匆匆忙忙地朝着他们而来。罪犯周宁制作毒煤球谋害张捕快一家，我等奉知府宋大人之命前来捉拿。周宁还不速速受俘！你们这些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俺铁牛在这，我看谁敢伤我家东家一根毫毛！好你个周宁，念你是同僚之子，本不好动武，谁料你等如此不配合。众人听令，周宁谋杀朝廷命官，现在意图拒捕抗命，就地格杀。造反了！周家大郎造反了！快来人啊！场面很快乱成一团，四周的百姓也纷纷朝着这边围拢过来，这其中也包括煤炭作坊的卖炭翁们。铁牛，你这么冲动，让我很难搞的呀。罢了，反正已经不可收拾，那就狠狠的闹一闹，干脆把正主逼出来了再说。你现在到城郊大营去一趟，叫人过来，记住1半人就够了，而且不要带违禁武器。听到周宁的安排，那人二话不说，扭头就跑去摇人了。我就想问一句，是谁吩咐你来捉我的？好你个周家大郎，我们都是府衙的官差，自然是奉了知府大人的命令。好，就算是知府大人让你来抓我，可曾说过就地格杀？我爹也是捕快，你是欺我不知道规矩吗？大郎，刚才是我不对，要不是你家仆人辱骂于我，我也不会。不会什么？不会就地格杀了？好大的口气！在你眼里我就是可以随意格杀的人，我就问你，你有这个权利吗？既然有人告我，那我自会配合调查。可你们也不是先通知就直接捉拿，这分明是不准备给我时间辩解。如果我猜的不错，接下来就是送进大牢，然后屈打成招是吗？你看看，太可怜了呀！回去让知府大人来，如果他肯以礼相待，我跟你们回去又何妨？府君乃是一府之尊，岂会过来请你？大郎你就省吧，等大军一到，还不叫你人头落地？周宁，你真打算造反？你可知你爹娘也在临安府，你就不怕？放屁！你看清楚了，这些都是我家的镖师，他们手中拿的可都是大周律例认可的兵器，你能找到一件犯法的兵器吗？好个混账周宁！不对，周家全是混账。上次拿周静安的事还没完呢，现在又来个周大郎。哎呀，我的老爷，您就别在这里发牢骚了，先说说这是怎么解决吧。解决个屁！你现在带上所有人过去，务必将周宁捉拿归案。大人，我去。废话，你不去让我去啊！上次就拉我淌了这趟浑水，这次明摆着还是手背图谋周家生意在陷害周宁。
却想让我在前面当炮灰。人家现在手上几千号家奴呢，这要是逼急了还得了？薛明想好了托辞，正打算推脱，忽然又有一名捕快冲进了大堂。大人，不好了，周宁又找了几百个镖师，正在闹事呢。说是大人您不亲自去，他就不停的闹。快去请守备大人雷鸣，让他带兵过来。反了，造反了！大人，雷防守人不在啊，出去剿匪了。不过仔细想来，就雷鸣手上那些老弱病残、吃功想凑数的人来了，估计也不顶用。罢了罢了。大人去哪儿？去见周宁啊。大周兵痞若有这等阵仗，何愁不能抵御外族啊？是啊，有这军队，我们那边境18城也不至于让蛮夷如入无人之境。知府道，草民周宁参见知府大人。前日府衙张信捕快一家从你那里购买了煤球取暖，结果第二日便被人发现一家5口皆亡，而且经仵作验时得知，他们都是被烟气熏死的。所以今日我命张宝等人来将你暂且扣押。大郎还有何话可说？既然如此，那怎么证明张信的煤球就一定是买的我家的？万一是别人仿制的呢？你说的也不无道理，但是按照大周律例，你现在属于重点嫌犯，必须要暂行关押。当然，你父亲是本衙捕快，而且一直为人正直不阿，所以我相信大郎你的为人。但法不容情，你也可以找壮士为你翻案，只要提供证据证明那煤球不是出自你家，这样一来你洗得了冤屈，我也落得个清闲，岂不一举两得？那行，我这就跟大人回去。不过我要求入狱期间有我几个兄弟在旁守着，当然我保证他们绝对不会干预衙门的任何秩序，只是保护我的人身安全以及给我送饭。不是我不相信大人，主要是信不过这案件的幕后主使。万一在我入狱期间那人暗中买通狱卒将我毒杀，亦或者暗中报复，那该如何？那好吧，不过最多10人。多谢大人。有星、胡子、大鹏。周宁陆陆续续点了一些人，随后就跟知府进了府衙，而围观的群众见势了，自然也就都散去了。大哥，你怎么也进来了，还带着这些人？周静安，你可以离开了，回去跟家里人交代一声，我在这很好，此事我自有主张，让他们不必担心。对了，大哥，小心你隔壁的人，他是个疯子，别招惹他。周宁一听，愕然地看向隔壁牢房，只见里面正四仰八叉地躺着一个汉子，这人披头散发，衣衫凌乱，隐隐地散发出一股子臭味。周宁本以为是哪里的死老鼠味，可最后才发现是那人的脚臭，顿时有些嫌弃地远离了些。灯姐，要不要把旁边这个疯子给弄走或者打晕，免得发起疯来吓到您？周宁摆了摆手，示意他不要乱动，随后就开始和几位兄弟聊起了家常。东家吩咐的事情进展如何了？回二东家，所有牢头的家人都已经控制起来，并且严厉警告他们，要是东家出现任何闪失，保管他们家破人亡。那城内富商金明呢？二东家，金明家所有的宅子包括暗宅都摸清楚了，现已经派出孙大等好手前往打探虚实，相信很快就回来了。再多派点人，整个府衙上下以及各个城门，尤其是大牢周围都得有咱们的人看着。还有另外再放出斥候，在临安府各个方向安插巡逻点，以防不测。是，二东家。金掌柜，咱们这么做会不会太危险了？据说那周宁手下可是有几百号镖师，万一把他逼急了，干脆造反，那我们岂不是死无葬身之地啊？是啊，我跟周宁那厮不少时间了，可是亲眼见过那些镖师训练，个个都是膀大腰圆、孔武的紧呐。呵呵，你们怕甚？可不知道我背后之人是谁？这方圆几10里内9山18寨几万人，谁不卖我面子，岂会怕他周宁？现在你们2人听我安排，无论如何，明日审案的时候把罪名给我坐实喽。是，东家。老兵将他的手脚绑住，并用黑布盖住了面门，接着他就感觉到手腕好像被什么冰冷的东西划过，不一会就听到了水滴的声音。无论你们做什么，打死我也不会招的。放心，我们不会马上杀了你。现在你的手腕已经被割破了，听到滴水的声音了吗？那是你的血液在流失。刚开始可能不会有什么感觉，但慢慢的你会觉得有些冷，紧接着就是头晕想睡觉，最后才会一觉不醒。既然你不想说，那就别说了。说完，那人就带着身边的人离开了。二当家，你这法子靠谱吗？刚才他可是宁死不招的。感受死亡一点点接近，没有什么比这种事更恐怖的。放心，他挺不了多久的。来人啊，我招，我全都招。看吧，这不就招了？还是二东家有手段啊！其实这哪里是韩战的手段，是之前周宁与韩战聊天时讲的一件趣事，只不过被韩战拿来现学现用罢了。而被审问之人除了刘瞎子，还有一个瘦子，2人都是煤球作坊的叛徒。他们伙同城内富商金明将周宁诬陷入狱，企图吞并作坊，却没想到这一切早已在周宁的计算当中，就等着金明等人主动跳出来作茧自缚。开始升堂，瘦子，我且问你，
前几天张信家人是否在你那里购买过煤球？回大人，张信家的确实在我那里购买过煤球，不过给他的煤球并不是从周东家作坊运出来的，而是出自金明家的作坊。放肆！昨天张信来告状的时候就传唤过你，当时你可不是这么说的，你这可是当堂诬告。来人，先给我打10个板子再说。大人不可，这人看起来瘦弱，浑身虚汗连连，估计是有什么暗疾在身。万一这10个板子下去人死了，那可就死无对证了。你说的有理，来人，给大郎看作。这老头怎么突然对我态度好像转变了许多？瘦子啊，你是周宁家的人，怎会卖起金明家作坊的煤球？而且据我所知，那金明家开的是染坊吧？回大人，说到此事就不得不提到另一人刘瞎子。刘瞎子，他不是那个偷大人配方逃跑的家伙吗？怎么会和这人勾搭上？我就说嘛，这事情没那么简单，大人你可要查清楚啊！肃静，瘦子，你继续说。那刘瞎子原本就是富商金明的家仆，他让刘瞎子暗中加入周东家的作坊，就是为了偷学制造煤球的方子。后来他学成之后，就回到金明手下，开始仿制煤球，而卖给张信的正是这些仿制出来的煤球。那他为何非得让你将仿制的煤球卖给张信？大人，其中缘由我并不知晓，之前这些事情还是刘瞎子给我说的，详细的您可以问他。刘瞎子人在何处？大人，这刘瞎子人就在门外，我这就带人进来。大人饶命啊！这都是金明逼我的，我是他的家奴，家人性命都在他手里，我不敢不从啊！您不知道，那金明可不是一般人，他表面上是个富商，实则暗通盗匪，平日里的不行只是一个掩护，其实他真正干的可都是杀千刀的买卖。不对啊，老夫有个疑问，这金明即便是如你所说跟盗匪有牵扯，可我听说他的生意做得很大，家财万贯也不为过，而煤球这东西利润微薄，他怎会看在眼里？大人你有所不知，这金明暗中做的是贩卖人口的买卖，那些山匪平时打家劫舍，手里攥着金砖没地方花，于是就联系上了金明，而金明则会将城里的物资秘密卖给山贼。至于那些被劫的商人，金明想找个地方让他们当苦力，这才盯上了周家的煤球生意。你接着说。当日我从周东家那里偷了配比的方子，于是就开始学着自己做，也确实做出了和东家一样的煤球。当时我们还高兴来着，可在晚上几个工人觉得冷，就用了几块煤球，结果第2天就跟张信家的一样，全死了。那这煤球还能用吗？大家伙不要急，且听我说。这烧煤会产生烟气，这一点想必大家都知道。可我生产的煤球之所以没有烟气，或者说烟气含量极少的原因，是提前将矿粉当中的有害物质给去除了。而这一个步骤我一直保密，所以刘瞎子自然是不知道的，这才做出了毒煤球。原来是这样啊，那我就放心了。虽然大家使用我周宁作坊的煤球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但是也正如我之前提醒过的那样，毕竟是燃烧东西，在取暖的时候还是建议每天都要通下风，尤其是半夜睡觉之前，一定将窗户开条缝隙，以防万一。另外，其实我的煤球是配套一种煤球炉来使用的，它可以将所有残留的烟气全部排出室外，更加安全。而且平时还可以烧水、煮酒、饮茶，很是方便。但是这东西制作不易，价钱很高，所以没有量产。不过大家放心，有意向的可以找作坊的销售订购。太好了，大郎为何不早说？这煤球炉作价几何啊？10两银子。这煤球炉全部需要铁皮手工打造，然后再用铆钉粘土密封，造起来十分麻烦，所以价格才不便宜。10两银子看似很贵，但如果能用个几10年，那也不算什么。是了，咱几年前就买了，要真如同大郎所说全铁打造，这可用不坏的啊。完了，你们在这开新品发布会呢？刘瞎子，最后我再问你，这仿制的煤球既然能毒死人，你们为何要故意送给张信？快说，到底为何谋害我家哥哥？这不是我出的主意，跟我没关系啊，都是金明那厮。他说张信和周家素来不和，之前张信又害得周捕快差点身死。这个时候，只要张信死于煤球烟气中毒，那周宁就脱不了干系。既然案情已然明了，来人啊，速速将金明捉拿归案。是。恭喜大郎洗脱冤屈，天理昭昭报应不爽。这金明作恶多端，本官定要斩了他。多谢知府大人了。本府还有事与大郎相商，可否后堂一叙？哦。这个秀才大晚上既不睡觉也不温书，而是喜欢偷偷贴在墙边听嫂嫂闺中之事，甚至有时还会拿出纸笔做上一些标记，脸上也是时不时的露出惊喜之色。十里平湖霜满天，寸寸青丝愁华年。对月形单望相遇，只羡鸳鸯不羡仙。官人，这故事太感人了，
只可惜宁采臣和聂小倩最后没有在一起。其实还有另一个版本，最后他们幸福的生活在一起，还有了孩子。官人快讲，我想听。虽然周宁前世是个双料博士，可在感情方面他是一窍不通，于是想着可以用一些小故事或诗文来博得美人一笑。可谁曾想，诗文不光打动了媳妇的欢心，也撬开了老弟的好奇心，还让他养成了喜欢听墙角的癖好。接上集，周宁在沉冤昭雪后，知府宋和以药石相商将他请到了后堂。这里没有外人，大郎不必在意俗礼，请坐。谢大人。其实不瞒大郎，你的冤屈我一开始就知道，奈何无凭无据，我也不能徇私偏袒于你。哦，大人早就知道此事。其实这金明还不是真正的幕后之人，大郎可知那人是谁？之前韩战在审完叛徒之后，就派人给周宁送过消息，所以他自然知道真正的幕后主使是谁。可让他没想到的是，知府宋和竟然也知道。对于眼前的这位知府大人，周宁了解的并不多，他只知道此人为人谨慎，比较中庸，虽谈不上大奸大恶，但也绝算不上是个清官。回大人，草民不知，还请大人明示。这位后之人正是咱们的守备大人雷鸣，他干这种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随后宋和就讲起了一件10多年前的往事。刚开始周宁还一头雾水，他不明白知府为何对他态度180度的转变，以及又为什么偷偷告诉他幕后之人。但随着知府向他哭诉多年前被雷鸣坑害的经历，周宁渐渐明白了宋和的意图，一个有权，一个有人，二者又有共同的敌人，他这是想结盟了。大郎啊，其实这次与你谈话是有件事情想拜托于你。大人请讲。目前临安府最大的问题，一是流民，二是盗匪，三就是那雷鸣。雷鸣在临安根基深厚，不是1、2日可以扳倒的。而第一件事你已经帮我解决了，在这里我还要代全城百姓感谢大郎你呀。大人客气了。至于第二点嘛，就是我想要拜托大郎的事情了。大人是想要让我去剿匪？不，剿匪之事自是本府和那守备雷鸣之责，我所求之事是想请你暂代临安府的防守之职。防守之事不是有守备大人吗？就在几天之前，雷鸣那厮就突然带着人出去剿匪了，也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平日里我屡次请他出动，他都以兵少将寡来推脱，这次却主动请缨。原来如此。那大郎你看这事儿，真是瞌睡了就有人递枕头，能为大人分忧自是草民的福分。只是大郎有何难处，不妨直说。大人也是知道的，大周律法对武器有诸多限制，人我是有，但就怕匪寇来了。我手下那些人用的还是锅碗棍棒等装备，这让我等如何御敌啊？这个好说，我给你开个条子，这样一来，你们守我军械也不算违规。那就多谢大人了。对了，草民也有一事相求，但说无妨。大人能否将城郊的闲置土地卖给我一些？草民愿出1万两买下郊外的5000亩荒地。好，既然大郎如此诚心，那本府就允了。会谈在2人的欢声笑语中结束，最终双方也算是各得所需。临走的时候，周宁还将老李的留得住也一并带走了。姨娘，考虑到咱家被人针对，这里可能已经不安全了，所以我想让大家先迁到作坊里去。我已经跟知府大人在郊外买了一大片地方，等宅子建好，咱们再搬过去。我跟你娘没什么意见，都听你的。大哥，眼看距离秋闱就剩10几天了，我还是先回到书院去住吧。那也行。静安，我还有事想跟你说，你跟我来一下。静安，不知道这次科考你可有把握？前3甲是没希望了，但是考中进士应该没问题。那静安可否押题？你猜这次策论会考什么方面的？这早与同窗好友还有老师们商议过，按照朝廷如今现状，这策论无非就是强国策，毕竟大周目前最急需解决的是钱粮问题。我也是这么想的。那诗词方面呢？这诗词看的是才华，而且一般都是主考官亲自出题，我们猜不出知府大人会出什么题目。不过今晚是雨花阁1年1度的重阳诗会，按照惯例，不仅是知府大人，到时候整个府城的文人也都会参加。知府大人组织诗会，必然会出题，我们可以借此机会分析主考官的心情爱好等等，然后以此押题。刚好就在今晚嘛。那这次静安准备了几首诗词？说到这里，周静安神色有些黯然。他自小聪慧，记忆力很好，一些圣贤书也早已倒背如流，但诗词讲究灵感和悟性，却不是那么容易能做出来的。叔叔不必担心，夫君会写啊，上次给我一连念了10几首，都是非常好的诗呢。静安嬷嬷，我说你来写。不妥，我怎么能拿大哥做的诗词去用？这岂不是冒名顶替？绝对不行！而且你与嫂子所讲的那些诗词，全是情诗，用在诗会上也不妥当。等等，你怎么知道我给可心做的是什么诗？这个墙壁隔音不好，一时好奇，我就听了一下。这小老弟是怎么个情况？不是说好的君子吗？怎么还有这等癖好？我这里有几首诗，
静安且拿去用。大丈夫应当不拘小节，你要是将来做了大官，也能帮哥哥我一把，不是吗？可是什么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不是你一直的夙愿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说的太好了。没想到大哥不光是会做生意，就连文化素养方面也丝毫不差于那些千古大儒呀。多谢大哥为愚兄励志，小弟打算将这4句话定为终生奋斗目标。以后谁再敢说大哥你是粗鄙商人，我就骂死他。静安可不要取笑我，这几句可不是我说的。是大哥先人是吧？没关系，我懂。你懂个嘚儿啊！自此，周宁在一旁背诗，而周静安则负责抄写，最后足足念了14首之多，有咏物的，有送别的，有叙事的，也还有抒情的。这些诗没有一首不是千古佳句，这让一旁的老弟激动的是汗流浃背。大哥真乃大才也！这一次我一定要一雪前耻，让那些个曾经嘲笑过我的人好好看看我周静安啊不，我大哥周宁才是真正的千古第一奇才。乞丐去逛青楼时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平日里给钱就能入的青楼，今天却是死活不让进，任你掏出的是金银珠宝还是字画文玩，门童是通通拒之门外。而更让人意外的是，有的人却仅凭一张纸就能轻松通行。快点，下一个！为什么他能进，我却不行？你会作诗吗？凭什么不会作诗就不让进？这雨花阁是青楼，又不是皇宫大内。就是啊，俺们砸钱还不收吗？不得聒噪，知府大人和陈院长在里面会见贵客，万一冲撞了他们，小心你们的脑袋。静安可是在欣赏这些诗词，是准备学习好，为了今晚的诗会作诗而准备。不需要看这些粗制滥造作甚？哦，莫非静安兄已经是胸有成竹？快说说，你都准备了哪些诗词？哼哼，小弟不才，咏物、抒情、送别、怀古样样都有。这么多，难道静安兄突然顿悟了不成？以后你也别叫我静安了，因为我已经有字了，以后我就叫做周敬兄。什么？周静安字敬兄？这也不通顺啊！这是我专门为大哥取的，因为他是一位真正的读书人，而且是千古奇才，真是贻笑大方。他周宁区一介商贾，一身的铜锈味，何来的千古奇才？来人名叫雷俊，是守备雷鸣的侄子，平日里飞扬跋扈，为非作歹，常常欺负同学，甚至连老师都不放在眼里。雷俊，你嘴巴给我放尊重些，我兄长岂是你能随便说的？大伙说说，我说的可有错误？你哥本来就是下贱的商贾之流，商贾又怎么了？他聚拢流民，清剿匪寇，哪一样不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更何况，谁说我大哥没有才华？那你倒是说说，你大哥都做过哪些千古佳作啊？周静安一时语塞，其实他心中已有无数回怼对方的话，奈何又想起了大哥的苦心，于是他就犹豫了。如果今日我不能趁此机会提高自己的名声，以我的才学，此生也许都不能入朝为官，那我还怎么为国为民？还拿什么帮助大哥呢？亦愛斷橋冰，寂寞開無處，已是黃昏獨自茶，更着風和雨。敢问郎君，后2句可有？当然还有，老丈且等着。磨衣苦餐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真是好诗啊，确实不错。哈哈，妙哉妙哉！老夫敢断言，我大周建国600余年至今，这首咏没敢称第2，无人敢称第1。这老头是谁啊？口气这么大。不过他说的也不无道理啊，这首诗的确是算得上万绝古今了。郎君，此诗可有名字啊？咏梅。静安啊，这怎么成？这咏梅顶多是词牌，也算不得诗名啊。是啊，这样不就埋没了这首千古佳作？我当然知道，可老哥也没说诗名呀。要不各位谁有兴趣为这首诗续个名？一听续名，全场所有人都沸腾了。一首可以名垂千古的诗，谁给他起名就意味着此人可以沾沾名气，搞不好续名的人也会因此流传千古。静安兄，这名字必须得让为兄来续，你可不能成了名就忘了昔日同窗啊！别拉我裤子，要掉了，你成何体统啊？我不，静安就让我续吧。好了，赶紧起来，莫要丢人了，小心被你爹看到。我还有几首送别诗，到时候直接将你名字写进去。抄袭，绝对是抄袭！我和你在同一座书院就读，怎么会不知道你肚子里有多少墨水？你说抄袭就抄袭，那你找出证据来啊！而且即便是我抄袭的，也是抄我大哥的，你管得着吗？管你抄谁的，总之就是抄，你不配称为君子。我不是君子，那你呢？就你那飞扬跋扈的姿态，读书就是在侮辱圣人，还是和你爹一样去当那粗鄙武夫算了。你。从娘诗会要开始啦，欲要参加之人赶紧入场。那小友，老夫也告辞了。
回见。官人，这样真的可以吗？怕什么？你只要不说话，别人就认不出你是女的。哦，那官人，咱们现在是要去哪儿？先去会会那明莲儿。这位官差兄弟，能帮我把这首诗交给一个叫做明莲儿的花魁吗？就说我想见他一面。去，想见花魁，明日再说。只是帮在下传个信，对方见不见我，这钱都是你的。郎君且稍等片刻，小的去就回。随后，一首徐再思的折桂令就通过这名官差的手送了进去。这是一首情诗，也是一首曲牌名，就相当于是古代的情歌，也是青楼名妓的挚爱。姑娘，你这是怎么了？可是犯了旧疾。快，立刻准备上好的饭菜香茗，我要拜见这位大才子，奴家见过大官人。你就是明莲儿，我是周静安的大哥。周静安是谁啊？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姑娘许是忘记了，月前他还给你送过一些肥皂。是那个呆萌书生啊，如此良辰美景，官人替他做神。明莲儿深情脉脉地看着周宁，那眼神火热的似乎想要将周宁给烧化了。而周宁看到这眼神却有些发怵，他忽然想起最早去招拢流民的时候，那些流民在见到自己手里大饼时候的眼神，跟现在明莲儿的简直一模一样。姑娘估计是误会了，刚才那首诗是我弟周静安所写，我只是代为传递罢了。什么？那你弟弟为何不自己来？二弟此时正在参加诗会，所以托我过来送诗。那这……明莲看周宁表情不像是故意调侃自己，脸色忽然就冷了下来。诗词我已经收到，你且回去，以后做事莫要唐突，之前发生的事情不要对外人说。这人心果然经不住试探，这种女人娶回家就如同金丝雀，为的再保，一旦你失去了利用价值，就会朝三暮四。待会见到二弟一定要和说清楚，劝他早早的息了这份心思。作为二弟的长辈，我也想顺便看看你配不配得上他，可现在看来你们并不合适。松客，夫君千万别误会啊，我刚才趴在窗户上偷听，并不是不相信夫君，只是好奇罢了。我们先去看静安中波，晚上回家我再好好收拾你。雷俊这首山水诗写得不错，可以算是今晚的山水诗之最了。这首诗的确还行，就是不知那边叫静安的小友，你可有新作啊？搭话的人名为张骞，曾在京为官多年，在上一次党争落败后，就被贬到了北凉郡，平日里与北凉郡王交好。其实他们的话一点也不假，只不过他们并不知道这诗是雷俊高价请枪手代写的。这不是刚才的老头吗？怎么和我爹他们坐在一起？静安别喝了，大人们点你作诗呢。不就是山水诗吗？看我不，看我大哥的诗。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怎么样，我大哥有才吧？此时的周静安因为吃了几碗酒，早已飘飘欲仙了，全然忘了今晚是带着任务来的。而就在不远处，周宁的脸都快抽成包子了，他恨不得上去就是一个大逼都将老弟扇醒。大兄弟，今天是让你来装逼的，你推给我干啥？我要这个名声搞毛啊！我来临安本是路过，可是万万没想到，此地人灵地界竟然出现了一位千古大才。之前的那首咏梅已经让我大感意外，而现在的这首诗叫什么来着？此诗名为《江南春》。好啊，江南春，我一猜就是描写江南美景的。这江南真的有480座寺庙吗？隐喻都看不出来，还敢来诗会？就是，也不知道是哪个老师教出来的学生。你这逆子，平日叫你用功读书不听，现在在这儿给我丢人现眼，看我回去不好好教训你。诸位也听到了，周静安说他这首诗词也是他大哥所作，你们信吗？这周静安的大哥是谁啊？还能是谁？就是昨日被人状告，说是他大哥周宁所制的煤球熏死了人，然后进了大狱的那位。宋知府，这是怎么回事？哦，懂了，原来是这样啊。既然知府已有公断，诸位也不必在此过多议论。今日咱们还是以诗会为主，
静安呐，你为何总说这些诗词是你兄长所作？大人有所不知，静安自小家中条件不是很好，可后来他大哥也就是周宁，发明了一种叫做煤球的新鲜玩意，打对了还有肥皂，这些东西可都好用的紧啊，自然而然的也就挣到了钱，家里生活好了，父母亲也跟着享福。那静安他不得感谢大哥嘛？可是他一没有功名，二没有官职，要怎么感谢？所以才想出了这个法子来报答大哥，是吧，静安？这小子还挺能掰扯，不过干得好，这事总算圆下来了。可是这是千古诗啊，要是数了名岂不是流传千古？就算是还恩情，也没必要这样啊。就是，些许钱财和左挂齿，怎么能跟这千古诗可比呢？真是愚不可及。我辈读书人自当以孝为先，长兄如父。周静安用诗的名头来孝敬他大哥，此举乃是大善。我就问你们一句，这事要是搁到你们身上，你们哪一位会将这千古诗的名声让给家兄？张谦一席话掷地有声，他用坚毅的眼神看向了全场，目光扫过之人无不羞愧难当。官人，我要出去方便一下，要不要我陪你去？官人在这等我就好。随后乔可欣顺着人群的缝隙走出了大厅，然而他左拐右拐，忽然发现自己竟然迷路了。有淫贼！你是谁？竟敢偷窥我们家小姐？这就送你去见官！啊，不，我不是故意的，我迷路了。幸好是个女的，早知道就让夫君跟着了，现在该怎么办啊？可心，是你吗？可心，小姐，真的是你啊！你怎么会出现在这烟花之地？莫非你也被卖进来了？不是的，我是陪夫君来参加诗会的。真好，我们的小哭包都已经嫁人了。我遇到了一个好夫君，真是姐妹情深呐。不过我要提醒一句，一会儿诗会最后的环节就要开始了，毕竟张大人也在，如果去晚了恐怕不太好吧。这一次咱们姐妹前往给北凉郡王祝寿，各自的目的竟不相同。我跟你们不一样，不争那虚名也无妨。是啊，我们的大才女早就名满天下，是不在乎这些虚名，哪像我们这些俗人呐。别以为得了一首好诗词就可以名垂千古，注意你现在的身份，名声背后世人知晓也并不一定是好事。即便是你真的嫁给了周静安这位新晋才子，可倘若之后表现不一，小心遗臭万年。聂小楼，你什么意思？你连我说的话什么意思都不懂，你配得上那首曲牌吗？姐姐，要不你先忙你的事，我将住址说与你，明日到我家咱们再好好聊聊。可心没事，你与我一同走，我看谁敢说些什么。路上，一众花魁行走在深墙大院之内，他们每个人的气质都不相同，如同春天里争奇斗艳的百花。而乔可欣由于身穿男装，倒显得与周围景色格格不入。姐姐，刚才听你说给明莲送诗的人叫做周静安，不会是那首名叫《折桂令》的曲牌吧？你怎么知道的？告诉姐姐一个秘密，那首诗其实是我夫君所作。什么？聂小楼的惊呼声引得众人纷纷投来疑惑的目光，但转头后却发现二人表情如常。虽然众人疑惑，但目前时间紧迫，所以他们也就没有去深究。你夫君既是如此大才，那为何又将出名的诗让给他弟？就这样，乔可欣将事情的原委全都告知了聂小楼，并且还将之前周宁给他做的那些诗也一并背了出来。等到他全部讲完后，聂小楼整个人都吃了。人生若只如初见，暗香浮动月黄昏。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我是生在梦中吗？姐姐，你怎么了？莫要吓我！可心，快带我去见周先生。女人有个十分优秀的夫君，可她不想着如何守好丈夫，反而还想将自己的丈夫推给青楼花魁，哪怕自己做妾也心甘情愿。原来这个花魁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前主人家的小姐。小楼见过先生。这不是我们大周第一才女聂小楼吗？她怎么对着一个粗野相夫行礼？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一首首绝美的诗句从聂小楼口中念出，一旁围观的读书人听得也是渐渐露出惊讶之色。这些诗词先生还不认吗？那我再问，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其余的几句又是什么？先生能否为这句千古咏梅补全？小楼愿意奉上一切，只求这首诗的上半句和名字，求先生教我。周宁张着嘴巴，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他被刚才聂小楼所表现出的决绝给震撼到，他也终于明白什么叫做诗痴。小楼，你可还认得老夫？小楼见过张伯父。当初我与令尊可谓私交甚好，可惜一次错过便是永别。
当年聂家被抄家，张千刚担任御史，替陛下监察天下，根本不在京城，不然聂家也不至于惨到连长女都沦落风尘。后来张骞还派人寻找过聂小楼，想把她接回家中当女儿养，可聂小楼却说不想再回到那个伤心之地，于是便回书婉拒了。难怪之前他聂小楼毫不动容，原来是属实啊！看这情况，那周宁才是曲牌名的作者啊！哎呀，我当时为什么要那样子对他？求大人以及诸位才俊见谅。其实这些诗词在下的确有份，静安说的没错。诸位熟悉我周家的可能知道，我周宁以前不当人子，做过许多荒唐事。虽然我自有蒙学，但根本不是读书的料子，所以后来就放弃了学业。而就在1个月前，我不知怎地忽然开窍了，听到街边读书人吟诵的诗词之后，如同当头棒喝，醍醐灌顶。自此就暗中喜欢上了写诗，而且脑子也有了许多天马行空的想法，但奈何文化功底一塌糊涂，最后还是将此事说给了静安听。而他和我不一样，从小记忆很好，不管再是晦涩难懂的句子，一点就通。既然如此，为何我们俩人不合作一把呢？因此这才有了这些佳句。原来如此，那大郎可有入学的想法？年纪大一些不要紧，我可以做主为你破例。来我学院，学杂费用统统不收，只要你人来了就可以。好你个陈老头，竟然根本知府强人！大郎，我是今年的主考官，这样你也别做商人了，过几日直接参加秋闱，就你这才华，少说也是个前3甲。你好不要脸，干脆让周宁现在就去考试得了。谁不知道在你手下考过举人就成了你的学生？就你这点心思，谁人看不出？何必那么麻烦？我可以直接修书一封，让北凉郡王推荐你去京城做官，或者直接跟着我北行到北凉郡某个驿官办职，可好？谢各位大人好意，我周宁除了经商，其他则是一窍不通。真要是去做官，岂不让天下人看笑话？就这世道，权力还没我手里真刀真枪来的时代，傻子才去当官呢。怎么感觉好像有人在背后骂我？郎君太谦虚了，能做出此等多的千古绝句，谁敢笑话郎君？别说我们几个老家伙，就只是天下文人，你看哪个答应？就是，周家一门双杰，从此一战成名，谁敢小瞧郎君？以后周先生就是我刘某人的偶像，谁敢污蔑那就是我的生死仇人。哈哈哈，师圣在此，谁敢造次？这夸的也有点太大了吧？这样是被杜甫他老人家听到，还不得从棺材里跳出来？诸位万万不可叫我师圣，在下愧不敢当。时间来到深夜，在连番的寒暄之后，周宁也有些乏了，于是他就带着家人告别了诗会。而聂小楼自知现在无名无分，就这么跟着周宁走，有损先生名誉，于是心中便暗暗决定，天一亮就跟妈妈告别，前往投靠周家。夫君，不要生气了，我好不容易寻到小姐，一高兴我就将你的事都告诉了她，哪想到会惹出后面这些事的。行了，我才没那么小气呢。那聂小楼虽说以前是你主家的小姐，但今时不同往日，以后你们以姐妹相称就可以了。知道了，夫君，就知道你最好了。此时的街道冷冷清清，寒风刺骨，而马车内却是温暖如春。周宁不知道的是，其实这是乔可心故意为之的。在见到小姐的第一时间，他就想让聂小楼也嫁进周家，因为他觉得自己无法帮助到周宁，所以骨子里是有些自卑的。可聂小楼不同，他出生名门，自小聪慧，不但会作诗，还精通算学，同时也十分擅长一些机巧发明。一旦嫁入周家，这样不但两姐妹永远不再分开，还能给周宁找回来一位贤内助。东家，商队回来了。好，走，回作坊。由于队伍过于庞大，所以从北凉郡城回来足足走了半个月。之前出去的人并不多，可是带回来的人和货物确实不少。之前周宁说过，让他们一路上刻意收拢一些无家可归的流民回来，说是会给他们安排工作和住的地方。结果令周宁没想到的是，这一次他们竟然带回来足足5000多人，而且大部分还都是青壮年。哈哈哈，眼看着咱们队伍是越来越强大了。师傅，我凑够30两银子了，可以拜师了吗？银子够了，当然可以。可是你准备好先跟着先生学算术和认字了吗？不用师傅操心，这一路上我都跟着徐大哥学了不少字呢。徐峰，此次商队带队人，也是当初最早的11人之一。东家您可是不知道，这小子出来一趟给我捅了多少篓子。不过没事的时候也确实跟着练过几个打子。峰叔，我以后都不叫你哥了，你就是个老家伙，还非让我喊你哥，你比我娘年纪还大呢。哟呵，你这小家伙现磨就杀驴啊！东家，此次出行路上杀了不少山匪，我们也损失了6个镖士。这6人每人发放抚恤金60两，然后家人全部安排工作，老人小孩的一切生活津贴则全部由商行出，以后也都按这个标准来。是，我代各位弟兄谢过东家了。各位乡亲不辞辛苦来投奔我周宁，以后定不叫诸位再吃苦。这虚头巴脑的话就不多说了。总之以后只要活干好，3餐管饱。
谢谢东家，东家真是活菩萨。大家别拜了，赶紧起来吧，我马上派人先给你们安排住处。东家，西边5里处发现一伙不明来历的人，你先去打探，如果条件允许，捉些活口回来。是，东家。东家，这一路上都有人跟在队伍后边，我们埋伏了几次，杀了不少，但这些人似乎跟我们卯上了，死活不打算离开。知道这些人身份吗？应该都是一些山贼，原本打算抢我们来着，但都被弩箭给击退了。后来估计是不甘心，就一直跟在后面。我怀疑他们还只是前哨，后续应该还有大量人马。哦，难道是雷鸣？之前就听刘家子等人说过，这雷鸣一直都有勾结山贼的习惯。东家，我回来了。那伙人也太不经打了，几轮箭雨之后就乱了阵脚，被我们打跑了。不过我还是抓了几个人。问出是谁指示的吗？雷鸣，果然是他。据他们交代，这伙人属于一个叫做一荡山的山贼团伙。前几天雷鸣带着人到处搜刮各地山头收取保护费，但这次却不一样，雷鸣不要钱，只要人。他要求每个山头都抽出至少半数的人马出来，来临安城杀东家。而他们一荡山则是充当了前锋和哨探，为的就是跟着徐峰他们找到的。呵呵，看来为了杀我这雷鸣费了不少心思啊。那他们这次一共聚集了多少人？几十个山头，一共聚集了2万多人。2万，这么多？2万？我这边标识顶多也就1100号人，这可是差不多20比1的人数差距。那雷鸣现在在哪？回东家。据说雷鸣那次后来带着人朝庆山府的方向去了。庆山府？雷鸣去那里干嘛？我听人说，庆山府的守备朝冠背后在京城有人，据说那人是个大官，好像是叫什么蔡邕。你说谁？蔡邕？又是蔡邕。之前知府宋河与周宁在衙门后院谈合作时，就给周宁讲了一个自己被坑的故事，里面有一个关键的人物就是蔡邕。这帮狗官不想着如何抵御外敌，西贼都杀进大州腹地了，还在这里想着杀自己人抢百姓的东西。东家，要不让我带上人直接杀过去？2万山匪虽然人多，但只不过是一些乌合之众罢了。这徐峰也愿意前去杀敌。此事不急，咱们的大本营在后方，可战可退。现在先派人去打探山贼大本营的位置。韩战点了点头，随后便将10几名他亲自训练的斥候派了出去。当家的，你说这村子里有没有漂亮女人啊？都什么时候了还想女人？说的这不是想抓来可以献给当家的吗？这还差不多。有埋伏，快退！那帮人根本不是人，他们是屠夫，我的弟兄都快死光了。众首领一惊，赶忙询问刚才他遇到了什么事情。随后赖成就将遭遇镖师队伍的事情告诉了所有人。这雷鸣果然不是什么好鸟，他说对方只有千把号人，可是这等战力岂能小觑？看这情形，即便是雷鸣的精兵也不一定敌得过啊！怪不得他许诺那么多的好处，原来是想让咱们送死来的。特么的，这是要坑我们呢！要不咱们退吧？不行，这样的话雷鸣不会善罢甘休的，以后咱们可就没安生日子过了。要不咱们先按兵不动，等他雷鸣来了再说。我看行。同意。果然是一群乌合之众，既然已经知道了他们的藏身地，那就不着急，咱们先给他们备份大礼。徐峰，你带500人，挨个上山清剿匪巢，把他们存的金银珠宝全部抢过来。对呀，现在大部分匪寇已经派出来了，那说明后方必定空虚，咱们来个釜底抽薪，那些山贼知道了还不得细查了。可是东家，我以前就是一个小兵罢了，之前带了110号人都有些勉强，这回带500人，而且执行这么重要的事情，我恐怕……这有何妨？不过区500人而已，我相信你。谢东家，绝不辜负您的信任。蓝玉，这次同商队一起回来的还有几个郡的商人，他们想跟我们做批发生意，过几天你去接待下。东家，为何要过几天再见他们？这几天我会赶时间做出几样新产品，如果只有肥皂和煤球，显得单调了。还有新产品，太好了，真期待东家又会搞出什么好东西。之后周宁又讲了几点短期的目标，将所有事情交代完后，周宁就跟着铁牛等护卫回到了临安府的家里。可就在他们快要走到门口的时候，却发现一位长相清美的女子跪在门口。官人，你快看看吧，姐姐她非要跪在这里等您回来，已经跪了整整1天了。姑娘，这是何意啊？就算找我有事，为何不进屋等我？之前姐姐想进去来着，可当婆婆得知姐姐以前是花魁的时候，就不许姐姐进门。她还说，即便要纳妾，也不能娶一个清官人。小楼不敢奢求先生青睐，只求您将我收在身边，哪怕当个丫鬟驱使，我也心甘情愿。官人，你快劝劝姐姐吧，她一整天都没吃饭了。姑娘先起来吧，有事咱们进去好好说。求先生收留。官人你就收了姐姐吧，姐姐从小熟读圣贤书，一点不比那些才子弱。而且官人不是喜欢研究机巧之物吗？姐姐也是的呢，她以前还改良了织布机，效率提升了3倍还多。这位才女既懂算学还精通机械，现在商行确实缺少这样的人才。
说不得比蓝玉还要更合适大掌柜的职位，就是不知他愿不愿意。毕竟势能攻商，这商贾的地位最为低贱。既然姑娘现在无处可去，倒不妨到我的商行做事。虽然不能大富大贵，但是谋个一生衣食无忧还是没问题的。任凭先生指派，小楼只求先生收留。大哥说什么就是什么，哪怕你将聂姑娘娶了，又如何？你说的什么鬼话？老大不小了，嘴上也没个把门的。这青楼女人哪是省油的灯？还有你个丫头是不是吃了她的迷魂药了？静安说让周宁娶了她，你还开心？你就不怕大郎以后真娶了她不要你了？官人才不是那样的人呢，而且我就是想让小姐当正妻，我做妾呀，反正不都是一家人吗？哎，我当初怎么会挑中你这傻丫头的？行了，我不管了，反正这个家现在是您儿做主，你们爱怎样就怎样吧。娘就是这样，刀子嘴豆腐心。大哥嫂子，你们别往心里去。官人不要打了，疼。你就这么想我娶别的女人，你就不会吃醋吗？不会啊，因为她是我姐姐，况且即便姐姐进门了，我相信夫君也会一视同仁的。你现在是越来越会拍马屁了，也不知道是跟谁学的。那你姐姐的住处安排好了吗？早就安排好了，叔叔说隔壁的房间他不住了，于是我就让姐姐住了进去。在隔壁吗？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也不知道这些诗词何时才能补全。哎呀，官人再给可心讲个故事好了，求你了。今晚太累了，明天吧。不嘛，官人讲了就讲一个还不行吗？哎呀，我眼睛都睁不开了。好，之前的故事都太短，这一回讲个长的，一次喂饱你。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独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随着周宁娓娓道来，很快聂小楼就陷入了那凄美的故事当中，全然已经将偷听别人说话的羞耻心抛到了脑后。该死，已经是第2个晚上了，再不睡觉我怕我活不过明天。谁不是啊？都一把老骨头了，你说说这是人过的日子吗？君王的寿诞迫在眉睫，这已经是第3封信催我过去了，可是听不到那几首完整绝世诗，我不甘心就这么走啊。张大人啊，还是先想想该怎么熬过今晚再说吧。哼，你看看这张骞，本王几次3番催他过来，他却说在等什么千古诗词补全了再过来，真是气煞我也。等着老小过来之后，非得将他安排去军营去给本王喂马。都老大不小了，脾气还是如此暴躁。正好你喜好这些文绉绉的诗词歌赋，来，你好好看看，这些诗词当真写得很出彩。何止出彩，可谓当世佳句。这周宁真乃大周第1才子啊！哦，能得到你如此褒奖，看来有点本事啊。只可惜区区酸乳，诗词再好有何用？能挡蛮族10万铁骑吗？非也，这周宁并不是读书人，只是一介商贾罢了。此子不但擅长机巧，发明了煤球、肥皂等物，而且还似乎很擅长军事。据说他自建一镖局，差不多有1营兵马，虽没有什么战绩，但听说现在正在四处劫掠山贼，顺便练兵。哦，拿来我再仔细看看。哈哈哈，有趣。回信给这老小子，寿诞当日我要见到此人。一旁的老王妃看到北凉王的模样，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她心里明白，王爷这是动了惜才的念头。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张骞的书信当中提到了这周宁军中使用一种神秘的弓弩，射程居然达到恐怖的200多步，这才是王爷心动的主要原因。静安呀，你们兄弟俩可把我3人害得好苦啊！来，执笔在此，速将所有诗词补全。还有那10名，别忘了。对。我的字丑，静安你来写吧。周静安点了点头，随后周宁将所有说过的诗词重新念了一遍。他一边念，周静安则是奋笔疾书，不一会的功夫就将诗词全都补全了。而3位老者也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不错，如此多的好诗词，郎君不出一份诗集，岂不可惜？等到了郡城，我就拜托王爷找最好的书局出版，定让郎君的诗集传遍天下。那就多谢大人了。只不过在诗集的末尾，我要加上张骞品评等字样。不可，这简直有分，怎么说也得将我与陈老头的名字也写上才行。是啊，这等好事怎么能让你一个人独吞？那好吧，我保证第2版和第3版一定有你们2人的名字。结果这不说还好，一说2人不愿意了。这第1版一般放在后世都被称为孤品，到了第2、第3版之后，那珍惜程度就大不如第1版。原本张骞的身份在这里放着，又是功臣又是大儒，2人一直都是恭恭敬敬，可现在是名垂千古的大好事，老脸不要也得争一争。3位大人不必相争，往后再出其他的诗集就行。当真？我看行。
诗词补全的事情结束后，张骞也算是完成了心愿，于是立马向众人辞行北上了。男人用一块铁片将锅子盖住，不一会儿的功夫，管子的边缘就会有液体凝出，用瓶子将液体接住，然后经过多次反复的蒸馏，这样就能得到度数更高的白酒。而在大周王朝，10来度的米酒已然是工艺极限了。作为穿越者的周宁，正是看到了这其中巨大的商业价值，所以才让二叔帮忙做出了这么一套蒸馏设备。东家，这酒好香啊！俺铁牛能先尝尝不？哈哈，对，让你见识下什么才是真正的酒。铁牛刚接过酒壶就直接往嘴里灌，周宁还想提醒他喝慢点，可惜已经来不及了。你个憨货，这酒辣得很，你也不悠着点。呵呵，东家，这酒叫什么名字？真他妈的够劲！这酒还没名字呢，要非要说一个的话，就叫杜康吧。杜康，好名字。行了，回去整点菜再喝，记得不要贪杯。谁啊？大清早的比鸡叫的都早。官人醒了，你再不起来，外面那些个外地商人们都要吵翻天了。东家，要不我替你赶走那帮奸商。静安前去参加秋闱了。二爷是今日5更起的，还是铁牛我亲自送进考场的呢？那行，你先将那些商人带到议事厅吧，我随后就来。是，东家。诸位见谅，让你们久等了。郎君可算露面了，你让我们等得好苦啊。那好，我也不废话了。这煤球和肥皂的生意，我当然是想跟诸位一起做大做强的。不过这煤球的价格，我想要提一提。那郎君打算如何定价？8文1颗。什么8文钱？周当家的，您的商行在临安府才卖5文，结果批发给我们这些分销商8文，这我们还怎么挣钱啊？就是啊，这绝对不行，大不了我不要了。诸位稍安勿躁，请听我解释。想必大家也知道，目前大周煤矿开采数量有限，加上现在天气也越来越冷，煤球的需求变大，煤粉供不应求，相信要不了几天一定会涨价的。诸位也都是资深老掌柜了，这里面的道理不用我再解释了吧？这个价格，我要先告知我们东家，先告辞了。那周东家，肥皂价格几何呢？也是8文。周东家，你这就不对了。刚才煤球也就算了，这肥皂为何也要涨价？是啊，这肥皂求人家买也可，不买也可，并不像煤球那么通用啊。诸位别急，先看一下这个东西。好香啊！怎么会如此香？应该是茉莉香味，我家院子里就种了几棵，所以我一闻就知道。周东家，这是何物啊？这是香皂，是在肥皂的基础上研发的一款新产品，效果跟肥皂一样，但唯独多了一份香味。原来如此，周东家这是把香味融进了肥皂当中，既可以洗澡，还可以增香，妙啊妙！这种东西岂不是女人的最爱？尤其是青楼中的女子，要是每天晚上用这个来洗澡。敢问郎君，这香皂作价几何呀？这香皂价格先不急，我先问问诸位，你们还觉得刚才的肥皂价高吗？不敢，8文一点也不贵。其实这肥皂涨价不为别的，主要是为了香皂打前站。如果卖的便宜，反而可能会影响香皂的口碑，所以这香皂我打算卖5两银子1块。这香皂的用途最重要的可不是来洗澡的，诸位心里应该清楚。如果你们把香皂送给权贵官员的老婆等女眷，结果他们后来一听这东西才10文钱，那会作何想？周宁这么一说，众人立刻就明白了，这香皂根本就不是给平头百姓用的。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众人也就都认同了周宁的定价。诸位，我这里还有一样新鲜玩意。周东家，这又是何物啊？这东西名叫香水，制作极为复杂，整整3天我也就弄出这3瓶出来。郎君敢问这香水的主要用途是？诸位可以先闻闻看。这3瓶分别带有茉莉、梅花还有海棠的味道。不错，这里面装的是名为香水的液体，你可以将它印一点在掌心，然后揉搓几下涂在脖子或手臂等部位，这样人的身体上就会散发香味。那这香水能在人身上保持多久呢？如果在不换衣服和不洗澡的情况下，可以保持3天时间，到最后香味已经很淡了，除非亲近之人不可闻。那好，这香水目前有多少算多少，我程华续全包了。现在总共就3瓶，你全包个屁呀！华胥兄此言差矣，即便你北齐商会背后的东家是北凉王妃，可咱们同为北凉百城的商行，这香水怎么说也应该有我们一份，不是吗？就是，你们北齐商会也太霸道了吧！大家也不必着急，这香水现在只有这3瓶，不过后续我会根据订单酌情扩大产量，相信要不了几日，每个人都能买回去3、5瓶。什么？等几日才3、5瓶？这怎么行？郎君莫非怕我们出不起钱吗？快做出来，我现在就要100瓶。对啊，我也要100。大家听我说，这香水跟别的商品不一样，我打算定价99两银子1瓶，
而且只限于跟神州商行长期交易的人才能买得到。如果今日大家加购煤球、肥皂等物，那么之后我每人将赠送1瓶样品。不过今日可只有这3瓶哦。众人一听，全都跟打了鸡血似的，都是梗着脖子加购。最终一番竞争下来，包括程华旭在内的3个人心满意足的得到了现场赠送的香水，而周宁这边光定金就收了足足8万两银子，这可把旁边观摩的蓝玉惊讶的嘴巴都快合不上了。华旭兄，请稍等一下哦。我这边有3瓶自酿的杜康酒，想拜托你帮我带给王爷品鉴一番。王爷什么样的酒没有喝过？区区浊酒怎么可能入得了他老人家的法眼？还有，这个包裹里有3种味道的香皂各1块，香水各1瓶，也一并麻烦你转交给王妃。郎君客气了，我自会帮你转达。那在下先告辞了，慢走。好你个周大郎，这私造酿酒可是大罪，你竟知法犯法，送到老爷我的手里来了。不敢不敢，大人说笑了。吾是献殷勤，非奸即盗。说吧，你今日上门是有何事想请我帮忙？大人真是慧眼如炬啊，那我也不必跟您拐弯抹角了。我想请大人帮忙找些建造房屋的工程队伍，我准备将前几日买的地盘给建设起来。这可是大好事啊！如果城外碉堡群建成，这样不但能加强临安府周围的防御能力，同时也能起到震慑宵小的作用。我何乐而不为呀？如果临安府多一些像周宁这样既有武力值又能通商给临安府带来好处的人，我也不必整日这般操碎了心。大郎放心，此乃小事一桩。那就先谢过大人了。这么晚了，二东家这是要带人去哪？能干嘛？肯定是去追杀那些偷偷溜走的山贼呗。郊外聚集的山贼人数虽然多，但是这几日在野地里安营扎寨，他们吃不饱穿不暖的，于是陆陆续续就出现了悄悄溜号的现象。而周宁担心徐峰在清剿匪巢后方时会碰上这些溜号的人，所以这才派韩战带着2000多名新兵蛋子守在山匪周围围杀逃跑的人。不好，这一次是徐峰他们那边遇到危险了，我们必须改变策略，快速解决所有山贼，然后前去支援。兄弟们，正军功的时候到了，杀呀！男人趁土匪不在家，带着手下去清剿赃物，一路上没碰到太多匪徒的阻力，却没想到竟遭到了官兵的埋伏。原来这一切都是守备雷鸣的诡计，他与土匪们勾结，一边让土匪倾巢而出围剿周宁，另一边则是自己带着府兵守在了土匪窝，本想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土匪们灭掉周宁之后，自己再解决掉土匪，这样既可以除掉死对头周宁，又可以增加政绩，却不想蹲到的是徐峰等人。你们这帮穷酸货，以为跟着周宁就能过上好日子了？识相的赶紧出来投降，说不定我叔叔还能给你们留个全尸。冥顽不灵，来人啊，去找些柴火来，准备用火攻。徐队长，看样子他们最少有1000多人，咱们这边也就100多号人，现在还被困在这山洞里，该怎么办啊？二少，大不了跟他们拼了。刘德柱在找到周宁后，本打算回京复命的，突然听说要打劫山匪老巢了，想着是个新鲜事，这才跟来，却没想到碰到这茬。大家别急，出发前东家给我备了个杀手锏。就这破丸子有啥用啊？您还想用它砸死那帮狗娘养的？您就瞧好了吧。兄弟们，箱子里的土雷1人1颗，点燃后听我号令，记住全部给老子朝着雷鸣那4扔，擒贼先擒王。是。然后土雷就如同击鼓传花一般，开始在众人手里面传递。随着几十人整齐划一的点燃引信，徐峰3声倒数之后，镖师们用尽全身的力气将土雷朝着雷鸣所在的地方抛去。这是何物？兄弟们，东家说了，活捉雷鸣的奖励白银5000两和小别墅1座，都给我冲啊！镖师们在听完后，浑身热血直冲脑门，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杀敌挣军功。而敌人那边已经被刚才的神雷吓惨了，同时又因为失去了指挥，现在他们就如同待宰的羔羊一般任人宰杀。没想到如此小的泥丸竟有这么大的威力，你们东家还真有2把刷子。我们东家厉害的地方多的去了。就在2人谈笑间，远处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带着一队人马火速奔来。二当家的，你怎么也来了？我看到东家发的紧急信号了，所以这才火速赶来支援。你们这边现在什么情况？我们清剿的时候遇到了雷鸣的埋伏，我还以为会陷入苦战，可没想到这帮官兵如此的怂暴，几个土雷就都给吓破胆了。现在雷鸣还绑在外边呢。对了，二当家，你那边不是在看着土匪的吗？我这一让孙大爬山绕到了敌方身后，放了一把火。那帮人哪里想到会遭遇偷袭，慌忙间能有一战之力的不足3000人，几闻箭雨之后，几乎就被我们全灭了。爸，刚刚清理所有收获所致，共缴获长枪5000根，铠甲2000副，马匹2000头，
其次收获白银是2万两，其余珠宝、字画等珍贵物品无算。特么的，这抢劫果然是来钱快的买卖，怪不得这么多人愿意落草为寇。这其他的我都看不上眼，唯独这马匹是个稀罕玩意啊！自从咱大周朝廷败坏马政之后，这马匹是越来越难搞。二东家还有一事，据土匪交代，这座山地下有一片十分巨大的矿脉，不仅产量丰富，而且种类也很多。哦，都有哪些矿脉？据说这山体制内有一座金矿，而相邻的山脉则有煤矿、铁矿，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矿石。一听到矿石，三人都是眼神一亮。目前作坊生产煤球每日都需要大量的煤矿石，而西北虽然煤炭含量巨大，但是开采出来的矿坑却是很少。原本周宁打算自己开矿，奈何最近的矿坑都很远，来回运输加上管理都很麻烦。而这里的位置距离临安府不过20多公里，开采起来相对就方便很多。很好。下令明日一早以最快的速度将所有山寨夷为平地，搜刮完金银财物后，大家就可以回去了。是。接下来的几天，韩战一边带着镖师队伍清剿匪巢，一边派孙大等斥候给周宁报告战况。没想到雷鸣此人心思如此深沉，要不是有土雷这个杀手锏，说不定还真栽在那里了。孙大，你刚说雷鸣这次调动的不光是临安府的兵马。是的，东家，从俘虏口中得知，这次雷鸣从附近调了3府的兵力。这位新进的右相蔡邕，还真的是势力惊人。光临安府通往北凉郡的10个府城，就有至少3个府城的守备是他的人。要是放眼全国，真不知道还有多少。看来我还得继续增强实力才行。大人，草民还想从你那儿再次购买10万亩荒地。这样一来，他周宁的地盘岂不是比临安府的面积还要大？他这是要干嘛？难道是想建设自己的国家府城？知府大人不必担心，我周宁不打算造反。说句不好听的，即便是我现在造反直接抢了临安，也不是没有这个能力。但我何必要这样做呢？临安府的百姓不下数百万，可不是我区区一个商会能够管理得过来的。而且西北王号称100万雄师，要灭我周宁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大郎多虑了，本府不是那意思。其实我周宁所忧之事，一直都是西夏和蛮族。最近的天气你也清楚，按照他们两国的生活习性，今年必定会再次入侵大周。虽说西北有西北王镇守，可王爷毕竟年事已高，万一有个什么3长2短，到时候蛮族打过来，就凭沿途的守备能挡得住？随即他就将之前救自己父亲时斩杀西夏骑兵的事，以及雷鸣伙同匪寇的事一并说了出来。要说宋河在听完周宁满口大义之后，可能还有些犹豫，但当他知道包括临安府在内整整3座府城的守备都是蔡党的鹰犬时，他便彻底动摇了。好个西贼流寇，竟然区区数十骑兵竟敢深入我大周腹地，当真是胆大包天，无所忌惮。还有那雷鸣也是猪狗不如之辈，竟然伙同匪寇劫杀我大周良民。大人不必生气，现在雷鸣已经伏诛，不日就要押送回来，到时候审问一下就可以清楚的知道，如今的各城守备已经糜烂到了何种地步。那行，这里我批了，要是那些地主不愿卖，我就将全城的赋税徭役都安在他们身上。你这些也太狠了，全城的徭役，恐怕就是干个几10年也干不完吧。大郎，等新城建好，一定要给本府留几栋房子。我已经决定了，等这官不做了，就去你那里养老。啊，大人不打算升迁了？还升个屁！老夫土都埋到脖子了，我现在啊，只想着让我的孙子孙女全都活得好好的，然后寿终正寝。好说好说，在下必定为大人挑个风水宝地，颐养天年。对了，大郎，还有一件事情要告知于你。哦，前几日不知怎么的，京城那边传来了陛下的口谕，说是今年朝中缺人缺得厉害，尤其是年轻俊杰，所以这一次举人之赏的所有答卷全部交到京城，由陛下亲自查阅。当然，只要前3甲。可这前3甲不是到了北凉郡才能评选吗？今年不一样，今年的举人试卷全部由当地主考官亲自评选，选出前3名之后，立刻发往京城。那这么说，静安的考卷也要送到京城？可静安那些言论……周宁此时担忧的是老弟邱伟写的那篇策论，之前他们就猜到了策论的题目很可能是强国策，所以考试前兄弟2人列数了大周目前最亟待改革制，可这里头随便一项说出来，估计都会遭受责骂，说不定还会招致杀身之祸。大郎不必担忧，这年轻人有几个是安分的？正所谓人不轻狂妄少年。静安的那些言论，其实放在整个朝廷来说也不算什么，毕竟这里还是刑不上大夫的大周朝。宋河说的也不无道理，不过即便如此，我还是得想个万全之策才是。谢大人提醒，我家中还有些事，那就不再继续打扰了，告辞。告别了知府宋河后，周宁也没有在其他地方逗留，而是直接回到了家中。静安明日就要前往京城了，做什么事情只要自己觉得对，就不要怕，勇敢的去做。人生在世短短数十年，一定不要畏首畏尾，免得在死的时候后悔不已。大哥放心，此次进京，我不把蔡邕一党的事给骂出来，我就不姓周。还有一点，这次你跟着刘德柱一起进京，等到了京城就先去拜见冠军侯和永平伯，相信他们也能够照拂你一二。
为了给老弟留出后路，等周静安走后，周宁便马不停蹄地朝着新建好的秘密作坊奔去。有鬼啊！还不错，有了这个，老弟此行应该性命无虞。有幸你即刻派人进京，赶在面圣之前将此物交于静安。是，东姐。王妃，香水真的没货了吗？我这边等着急用啊。你们北齐商行乃西北最大的商会，怎么说也能拿得到1-2瓶吧？是啊，我前日得到那香皂之后，每日沐浴，身上已经隐隐飘着花香，夫君都说很好闻呢。可眼看已经要用完了，所以今日才和众姐妹厚着脸皮一起前来再讨要一块。哎呀，诸位妹妹有所不知，这香水肥皂可不是我北齐商行的产物，如果是，岂不早就送到各位府上了？唉，这可真是急死我们了，也不知何时才能有新货。自从香皂和香水流入北凉后，背靠着北凉王妃为其站台，一夜间便风靡了北凉郡的贵妇圈。臣程华荣参见王妃。你那该死的弟弟什么时候能回来？各位贵客都已经求到老身跟前了，你们是怎么做事的？启禀王妃，我弟华胥前日派人传消息回来，说是此次收获颇丰，此时已在回归路上。我催他催得很急，估计明天一早就能回来。我且再问你，这一次带回来多少货源？几位贵客对香水香皂迫切得很，如实招来，免得让人说我私藏了好东西。回王妃，此次华胥带回来香皂20块，而香水则是3种香味各5瓶。亭子内竖着耳朵的贵妇们一听，面露喜色的惊呼出了声，但很快他们又赶紧捂住嘴巴，生怕宣扬出去遭到哄抢，自己那份就没了。诸位与我关系最近，些许物件你等想要，姐姐我当然不敢推辞。可是我这里的订单已经快塞满一屋子了，这要是都给了你们，恐怕……求王妃帮帮忙，我真的急需，下一波货源保证让给他人，如何？罢了，既然各位姐妹如此迫切，这批货物就先让与各位姐妹了。那妹妹先谢过王妃了。你给我仔细的盯着，只要货物一到，立刻给诸位妹妹亲自送去。是。王妃，您为何让我隐瞒香水的数量？还不是那周宁小儿出的计策，说是物以稀为贵，我越是压着他们就越着急，不然就凭这些货物，哪里能卖得了万金？这天下果然人才辈出，这周宁真是个天生的商人。商人？呵呵，区区商人哪能够让老王爷高兴的大醉伶仃？你又几时见过王爷如此？可是那杜康酒，酒当然是好酒，可王爷醉的却不是酒，这事你往后就会知道。会挽雕公主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好一句西北望射天狼，好词，好句，好志气，哈哈哈哈！另一边，蓝玉正带着周宁和聂小楼在巡视生产各类商品作坊的施工现场。也不知道这水泥东家卖不卖，价格贵不贵？是啊，我也想知道呢。这可是盖房子的好东西啊！要是咱们能买到这水泥，等碉堡建完，咱们也可以出去接点活计。你们说这水泥卖多少钱合适？东家，要不就跟煤球一个价，8文。不妥，我认为这水泥和煤球物品属性不同，价格不能随便定。哦，这水泥不但可以用来建造楼房，也可以用来建造碉堡、城墙等防御设施，甚至是国家兴修水利的时候也能用得到。所以我认为水泥的定价应该因人而异。此话何意？针对朝廷价格要高一些，而针对这些民夫匠户之类的要低一些。自古都是量大从优，怎么到姑娘这儿还反了过来？跟朝廷打交道，这里面门道很多的。要是卖给朝廷和匠户一个价钱的话，一旦咱们产量跟不上，那么水泥势必会全部流到朝廷手里，而朝廷官员腐败，肯定会从中牟利，这样会对咱们神州商行名声产生不良影响。可如果反过来，朝廷在不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下，就只能通过匠户们的手中购买水泥，因为这样最划算，而且他们本来就需要匠户们去干活。既然如此，他们何不直接将活包给匠户呢？这样一来，匠户们买了水泥，有了活干，就有了挣钱的机会，而且还会四处宣扬商行的名声。这样一来，就是一举两得。可是，如果朝廷得知工匠买水泥价格低得多，会不会找咱们商行的麻烦？这还不简单，咱们可以推脱产量不足，无法一次性大批量提供不就行了？这聂小楼果真是一个经商的料子。走吧，咱们去秘密作坊看看。大郎，你来了。二叔，这碎发枪造的怎么样了？按照你给的图纸造，能有啥问题？不过这枪造出来射程也就100步，还没神臂弩射的远，弄这玩意干嘛？哈哈，二叔有所不知，这里还少一道工序，给枪管课上膛线以后，威力会大大增加的。哦，
成品的话，至少可以在300步以外打穿敌人的盔甲。而且还有一点，这把枪的子弹是铅弹，而铅是有毒的，只要打中对方身体，这人基本就没救了。竟然如此厉害，那岂不是比神臂弩厉害得多？更重要的是，这把枪还不需要像弓弩一样背负大量箭矢，只需要带上部分火药和铅弹就行。基本上每人带上一个小盒子，就可以打一场小型遭遇战了。对了，二叔，我想给咱们工匠重新定下级。哦，我准备将工匠一共分为1到8级，前3级属于学徒，每月1两；4到6级分别是5两、8两、10两，而最后2级的匠人，在咱们商行的地位和待遇仅次于大掌柜，不但提供别墅一套，每年还可以从工厂拿到部门的分红。啊，待遇这么好，那我的等级是多少？哎呀，我的好二叔，您自然是最高级了。那我的，自动的等级就按学徒吧。大伙都辛苦了，本次剿匪大获全胜，事后大家可凭战功去找蓝玉换银子或者商行的商品。当然，如果你的战功足够的话，也可以兑换营地里新建的房子。好了，大家先静一静，现在我们还有另一件事要做，将雷鸣带上来。给我老实点，赶紧起来！这雷鸣本是一方的守备，可谁能想到，本该保护百姓的父母官，不仅平时吃空饷、喝冰险、杀良冒功，更可恨的是，他竟还伙同附近的匪盗干起了那伤天害理的恶事。如今此贼已经被我们擒在了这里，大家说说该怎么办？看了这狗娘养的，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很好，铁牛，这事就交给你了。号列东家，俺铁牛最会宰畜生了。各位，过几天就是北凉郡王的寿诞了，我打算将商行的一些最新产品当做贺礼送给王爷，刚好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宣传一下我们的商品，看能不能吸引一些其他商会或者合作伙伴。随后，周宁就和几位心腹商议事情如何安排，以及推敲细节，直到深夜，他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了家里。可惜你好软啊！官人，你醒了，近来可是少见的偷懒一次呢。现在什么时辰了？已经40了。啊！没想到竟然一直睡到了中午，想来该是昨天晚上开了太久的会导致的。可惜我得赶紧去一趟工坊，今天有个新产品面试。说完，周宁连早饭都没吃，就急匆匆的出门了，直到晚上才回家。嘿嘿，刚做出来的玻璃瓶，拿给可心看看，她肯定喜欢。姐姐，昨天晚上那么好的机会，你怎么能错过呢？这俩姑娘在密谋啥呢？可惜你别说了，不，哎呀，姐姐，你别我的了，快说到底是为什么呀？不是我不想，我进了被窝之后，他只是抱住我，什么也没做。给呀，你非让我说，羞死人了。难道昨晚那人不是可心？谁在外面？可心，是我。原来你们都在啊！刚才我还说怎么没在作坊看到小楼呢？不过正好，我找你们俩有事情。呀，这是什么东西？亮闪闪的，好漂亮啊！这个叫琉璃，我找你们是想问问，这瓶子用来装香水，你们觉得怎么样？琉璃瓶这东西我只是听过，还从未见过，果真是漂亮的很。用这等稀罕物来装香水，再合适不过了。随即，可心一把从周宁手上夺过了瓶子，仔细的观赏了一番，近距离的把玩，让两女再一次陷入沉醉当中。你们自己在屋子里玩就行，千万可别让外人见到了，不然消息一旦走漏，将来在拍卖会上卖，可就没那么值钱了。拍卖会，周宁见自己这位大掌柜询问，于是就给他讲解了一下。等讲完，聂小楼才恍然大悟，东家此计甚妙，不仅可以将新产品的利益最大余地的发挥出来，而且还能起到宣传作用。就是不知道这拍卖会什么时候举行，具体时间还不确定，但是一定会在近期。等我前往北凉给老王爷祝寿以后，就开始准备。这一次前往北凉郡，可否带上小楼？我也很想见识一下拍卖会呢。那是肯定的，这次拍卖会我还打算让你来负责呢。夫君，我也要去，我也要去。那可不行，现在世道不太平，而且家里父母年纪都大了，静安又不在，总得有个知心的人伺候着。哼，可心乖，
家里这么一大摊子，你作为当家主母，我们不在的这些日子，家里就全靠你了。是啊，你也不小了，总不能一直像个孩子。正好趁着这个机会让你找点事做，不然整天瞎跑，哪里有点当家主母的样子？看呀看呀，姐姐和官人简直一模一样，这就是所谓的夫妻相吧？你又打趣我，我不理你了。东家，你在吗？铁牛，什么事？你进来说吧。东家，刚才有人报告，说是今早有个陌生人找胡瑞星那小子说了几句话，之后他整个人就跟疯了似的，非要拿上弓弩骑马离开营地，结果被大伙给拦住了。哦，那人跟他说了些什么？不知道，而且听人说小星他娘也听了那人的话，然后直接就哭晕过去了。走，咱们去看看。一进门，铁牛和周宁就看到胡瑞星的娘心双目紧闭，脸色苍白的躺在床上。师傅，求您让我和于伯去一趟嘉峪城吧，这一次星儿绝对不会乱来的。嘉峪城，这是哪？嘉峪城就是边关，是北凉郡最靠近西夏的一座城池。你别急，先好好说，怎么回事？敢问你可是瑞星的师傅？多谢先生收留瑞星，我替老爷谢过尊上了。老人家请起，不必多礼。瑞星的爹爹现在何处？可还安在？家主已经身陨1年有余了，我是家主唯一剩下的亲信，其余弟兄也都死得死散的散。我一路多方打听，历经劫难，终于才在此处打听到了少爷和主母的消息。随后，于伯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原本的讲了出来。原来，这胡瑞星的爹爹曾经是嘉峪城的一位边关守将，但后来却发现不知为何死在了北凉郡。所以夫人当初是准备上京投靠亲戚，然后直接告御状。是啊，可不知为何，路上我们遭到一伙人的追杀。这些人的装扮虽然穿着便服，但通过一些他们的骑马习惯和作战方法可以看出，那些人绝对不是西夏或者蛮族，倒像是边关的人。而为了掩护夫人和少爷，后来我们就失散了。可怜了那些忠心的护卫，他们曾都是1等1的战场好手，乃是我夫君多年一手操练出来的。为了保护我们娘俩，白白死在了荒郊野外。夫君如果泉下有知，岂不埋怨我？既然他爹已经身死，家里的护卫也都散得七七八八，现在为何还要前往那嘉峪城？难道是得到了仇人的消息？之所以前往嘉峪城，是因为嘉峪城有一个人可以帮助我们胡家洗脱冤屈，报仇雪恨。这人是谁？难道他知道星儿父亲被害的原因？这人是家主的密友，因为身份问题不宜见人。起初我也不知道有他这么一个人存在，可就在不久前，家主的密友找到了我，我也是在这个时候才知道，家主原来还藏着一些东西放在他那里。这几封信就是从那人手中得到的，除此之外，其余的事情他不肯透露。他还说一定要亲自见到家主唯一的血脉，才将全部的事情告知我等。也正是这个原因，我找到星儿，打算去一趟，拿到证据之后，直接去找北凉王给我们胡家做主。这里可有提及星儿他爹被害的起因？这几封信其实并不是家主所写，应该是无意中从家主的上司，也就是嘉峪城守将黄彪那里得到的。家主是北凉王清风的游击将军，不过却受黄彪这位西北路边防总营官的辖制，而信上记录的则是黄彪和朝中一位大官的往来密信。周宁接过了递来的信件，这不看不知道，一看让他只觉得头皮发麻。这里面写的不是别的，而是一些交易的数额，而被交易对象竟然是西夏和蛮族。一帮直娘贼，大周的官员竟然暗中输送兵器和粮食给外族，来换取两国对大周的军马调度。青阳山人，这落款人怎么这么熟悉？没错，他就是大周县人左相蔡勇。好一个大周丞相，他不但暗中扶持自己的私军，让手下大肆敛财，而且这老家伙竟然还资敌。这个大贪官可别落到俺铁牛手上。哼，事情我已经了解，看来星儿的父亲应该也是被蔡勇所害，刚好这人也是我周宁的仇人，所以接下来的事情你们都听我的，尤其是星儿不得胡来。谢师傅，以后星儿再也不调皮了，一切都听您的。明日你也跟我一起去北凉郡吧，放心，我一定帮你父亲报仇。韩战，这次家里就交给你了，别忘了好好练兵，还有盯着点商行。放心吧，东家。行，出发。底下这群义军是朝什么方向去的？回东家，应该是往南方去了。胡子，那伙人现在到哪儿了？按照他们的行军速度，应该已经过了怒江。
要不借着这个机会将自己的人安插进去，如果将来能够扶持自己人上位，那我又可以多一股力量。胡子，有个事交代你去做。随后周宁将计划告知了胡子，胡子听完后大喜。当初铁牛他们11人给周宁干活，现在升官的升官，外出的外出，只有他还无所事事。眼下这个立大功的机会，正是他所需要的。带上几个信得过的兄弟，依计行事，切记不可鲁莽。是，东家。京城那边留得住安顿好周静安一伙人后，就着急回伯爵府复命去了。而接下来3天里发生的事情，却让周静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不管他走到哪儿，都会被人指指点点。这不就是之前因为抄袭试卷，结果失去殿试机会的蠢材？是啊，抄袭都抄到京城来了，岂不知这里是什么地方？哪是他老家那种偏僻之地可比的？此时，周静安终于知道了原因，他顾不得旁人的嘲讽，径直的就朝祭酒办公的方向奔去。刘大人，抄袭之事纯属胡说，学生可以与那诬陷之人当堂对质，希望大人能为我洗清冤屈，还学生一个清白。此事我已帮你去崇文馆问过了，可是你还是早早离开京城，回去再准备3年，参加下一次的春闱吧。听到这话，周静安立马意识到这其中肯定有人从中作梗，可他这份清班执拗的性子哪能吃得了这亏？随后就与祭酒吵了起来，结果气得祭酒直接说要取消他剑生的资格，让他滚出国子监。在穷乡僻壤坑蒙拐骗也就算了，竟敢骗到京城来了，真是可笑！就这样还有脸和祭酒大人吵架，真是不知死活！这难道就是我渴望已久的京城？这还是全天下学子心中的圣地吗？当初大哥就说国子监是一个官僚化培养基地，我还抱有侥幸，可现在看来，大哥说的一点也没错，这大周早已烂透了。你们这群人没有真凭实据就开始造谣，有点小道消息你们就信，没人查证一下就直接封存了我的试卷，我到底是有多么的渺小，才会被你们这群道貌岸然的家伙当成蝼蚁讥讽？既然如此，那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蝼蚁的威力。说罢，周静安猛地一甩袖子，从手中提着的包袱里拿出了毛笔，似乎是打算写点什么。我说这位兄台，你走就走吧，难道还想给我等写下一篇临别赠言？呵呵呵，我们劝你还是别浪费笔墨了，留着回家多读书，多写点字，岂不更好？百炼千锤一根针，一颠一倒不上行，眼睛长在屁股上，只认衣冠不认人。此事一出，恐怕自此以后，这国子监的名声算是彻底臭了。周静安，你有鲁斯文，就是亏你还是个读书人。相爷，刚才国子监来人禀报，说发生大事了，还是跟那个周静安有关系。哦，他不是要离京了吗？还能搞出什么幺蛾子？管家也不敢耽误，连忙将一封手书交给了蔡邕。几息之间，平静的一张脸上瞬间就阴沉了下来。栓子，把蔡生给我叫来。是，老爷。将爷这是怎么了？脸色如此难看。你自己看吧。要不我去把他。我蔡邕岂是这般度量狭小之人？将爷当然是宰相肚里能撑船，那这件事就不处理了吗？要是传进陛下耳中的话，不可，绝对不能传进陛下耳中，不然以他的性格，必定要连夜召见这周静安。而且据说周静安的哥哥周宁更是诗才万古，甚至王回首都说此子有比肩师狂楚子路的潜力。而陛下最喜此道，一旦这首诗传进他的耳中，这周静安日后必受重用。那要不还找刘公公，让他继续封禁消息？还是蔡生你做事稳妥，深得无心。蔡生领命后，并未直接前往皇宫，而是先去了一处秘密居所。这几日我要出去一趟，如果需要什么事情，可以通过青山笋直接送信去北方。好，我知道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好一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你是何人？在下姓姬，单名一个福字。你们不必紧张，我只是仰慕子佩兄的才华，想要和你认识一下，除此之外别无他意。你知道我的字？周静安有些意外，他的字还是当初临安诗会后老师张衍如亲自取的，并没有告诉他人。我当然知道子佩兄的字，而且我还知道你大哥的字叫做子金。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青青子佩，悠悠我思。好一首诗歌，不但朗朗上口，也能借此抒发情怀。大哥虽然诗名万古，可从来没有出版过诗集，这次也没有对外说过。而知道此事的人也只有临安府的知府宋贺、青丘书院的陈院长以及师傅张衍如。难道他与这3人有救？百炼千锤一根针，一颠一倒顾上行。眼睛长在屁股上，只认衣冠不认人。敢问这首诗是你写的，还是你大哥周子金？
自然是我大哥说与我的。方才见那些人目中无人，就干脆将此事写在国子监大门口。你们兄弟二人果真是有趣。罢了，此次前来还有一事，听说你被取消了殿试资格。此事人尽皆知，兄台又何必明之故问？非也，也许我有办法将你的试卷递给皇帝，你可愿相信？哼，如今已然此等境遇，有何不愿？兄台稍等片刻，待我去房中取来附件交与你。不多时，周静安就拿来了附件，交给了白衣剑生。刚开始，白衣剑生还是安静地坐在凳子上阅读，可随着时间的推移，白衣剑生眼睛里好像冒出点点星光，最后甚至跳了起来，拍案叫好。这篇强国策必须在第一时间交给父皇。这哪里是一篇答卷，分明就是专门给帝王世家准备的屠龙术啊！紫金兄，时不我待，我即可安排帮你将这篇文章交给皇帝，你在此等待我消息即可。那此事就拜托兄台了。看架势，这个书生不简单啊！什么书生？明明是个女的。女人。瞎了你们的狗眼！给本宫让开，我要见父皇。回禀殿下，官家此时已经就寝，而且睡前就说过，他夜里谁也不见。原来是刘公公啊！我知道父皇今日得了一件孤本字帖，按照他的性子，这个时辰绝对不会睡觉，而我也只是想进去和他说会话吧。难道这也不准？不是我不准，而是陛下确实吩咐今晚谁也不见，殿下莫要让奴才我难做呀。大胆！你一个宦官竟敢封闭圣厅，难道不知道这相当于是谋反吗？殿下言重了，奴才只是一只官家养的狗，哪儿敢不听主人的命令啊！芙柔听到对方敷衍的话语，忽然心里就爆发了一股难以言语的怒意。他不再说什么，而是准备直接往养心殿内冲。这一举动可把刘公公吓惨了。快来人啊，给我拦住殿下！我看谁敢拦！你们好大的胆子，是想造反吗？哎呀，殿下如此对待我们这些内侍，真叫人心寒啊！既如此，帝姬索性就从老奴的尸体上踏过去吧，也算成全了奴才的一片忠心。这狗奴才今日是怎么了？竟不惜闹到这种地步也要拦下？如果再闹下去的话，恐怕会打扰到母妃休息，那也太不像。放手！你这狗奴才真是胆大包天！也以为今天这事就完了。第二日，公主闯宫的事还是闹得京城高层人尽皆知，而整个事件背后自然少不了蔡邕的推波助澜。老爷，我也不要人多，给我1000人马就行，而且他们也不必带武器，只是帮我拦着那些侍卫和太监就行。只要我见到了父皇，凭借着他对我的宠爱，想来事后最多也就是个闭门思过而已。况且就算是事后父皇将我赐死，那芙柔也心甘情愿。自从看过强国策，又从冠军侯那里了解到周宁拥有许多强兵的东西之后，他就坚定了想法，无论如何也要将这2位人才举荐给皇帝，哪怕身死也要完成他身为帝姬的责任。虽然在座的都打心底里佩服这位公主殿下，可现场还是没有一人之声。可能诸位还不知晓我这次一定要见父皇的原因吗？殿下不是因为蔡邕遮蔽圣厅的缘故吗？芙柔摇了摇头，而是将手中的那篇强国策递给了永平伯。好，写得太好了，真解气呀！看来那帮酸儒之中也是有一些明事理的人。来，大伙儿也来看看这强国策。随后，永平伯又将手上的强国策递给了众人，任其自行传阅。敢问公主，此篇强国策论是何人所写？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本次的殿试之中？你们认为这样的强国策论能顺利参加殿试吗？众人一愣，但很快反应过来，毕竟主持这次临时科举的人是蔡邕，一想到这人的极贤度能，众人顿时破口大骂：这个奸佞之臣！是啊，此等经世策论，竟然无缘被陛下所见，简直就是保中蒙尘啊！不过我倒是认为这强国策里的东西太过匪夷所思，也都是未经证实的言论，万一误导了陛下，岂不是误国误民？其实这强国策的作者名叫周建安，而他就是最近风头正盛的万古诗才周宁的胞弟。可是写出那句人生若只如初见的周宁，哼，这人我也是刚刚通过一位同窗友人口中得知，据说这周宁当日让胞弟在雨花阁内做事，是为了给胞弟博一个名声，结果因为误打误撞，被前京城第一才女聂小楼当场揭穿。是呀，这事我也听说了，也就这1-2天才传到京城的。听说此子不但写得一手好诗，而且为人仗义疏财，为了聚拢流民而去经商，而且还说他发明的商品
非常受人追捧呢。岂止是追捧，你们可知这香水为何物？哈哈哈，这就要问问伯府的大娘子了。这香水就是从这里传出去的，而且被那些贵妇得知以后，他们就跟疯妹一样的到处寻人求购，甚至开出了千金的价格。说到这里，众人都露出了匪夷所思的表情。芙柔也是一愣，伯府的大娘子他自然认识，那是武敬中大兄武氏中之女，两人平日里关系很好，可他却并没听对方说起香水这个东西。难道是那女人藏私？哼，待会一定要好好的教训一下表嫂。昨晚我跟周建安谈过，他亲口所说强国册里的很多东西都是听他大哥说的，而现在看来，这周宁早已经开始将强国册里的东西付出实践了。既然这样，怎么能说强国册里面的东西都是夸夸其谈呢？而且即便是未经证实，但里面的很多道理讲的对不对，我想大家心里都门清。啊，老爷，你就借兵给我吧，我保证绝不乱来。芙柔不必说了，这件事情绝对不行。不过殿下也不必急躁，再有5日就是皇后的忌日，那天按理说百官会一同上表祭文，到时候我可以借机会将强国册献给陛下，就说是芙柔你代为转交的，如何？最近的确是有些急躁了，都把皇后的忌日给忘了。既然如此，那就这么办吧。钟儿，你不是说这次留得住回来还给你带了些新鲜玩意吗？趁着各位叔叔伯伯都在，拿出来给大伙瞧瞧吧。好的，爹爹。不就是个弩吗？搞得神秘兮兮的。你这小子准头还不赖吗？来人，将剑把给我搬过来。小卒得令后，第一时间就去搬剑把了。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往日很轻易就搬动的剑把，此时竟然纹丝不动，就跟钉在了墙上似的。你的兵行不行啊？搬个把子都磨磨唧唧的，我看还得练。侯爷，这剑把好像钉在墙上了。我去瞧瞧。随后他连忙将人一把推开，打算自己试试，可结果发现刚才留得住射出的那一箭竟真的穿过了剑把，牢牢地钉在了后面的墙上。于是他将刚才的事情说与其他人，结果引得一群老将惊叹。这样看来，这弩射程最少有350步，200步内可击穿盔甲。这要是装备全军，至少提高30%的战力。和老子的，这一瞬间我至少想出了10几种战术，专门用来对付蛮子的重甲骑兵。杨公侯的话刚说完，就见宣武伯从刘德柱手上夺过了神臂弩。老夫以后是没机会再上战场了，可惜了我这把神臂弩，估计没机会见血了。什么情况？这怎么就成你的东西了？老伯爷，这是算怎么回事？你简直老不羞。对呀，把神臂弩还回来，万一就这么一把，那我们怎么办？见者有分，大家今日可都是冲着你永平伯的面子来的，说什么也要人手一把吧。对呀，怎么就拿出来一件啊？我们这么多人，这怎么够用？那个谁，就是你。对，你叫啥啊？回伯爷，小的名叫刘德柱，是小侯爷的兜鱼。哎呦妈呀，你长得可真丑！你小子，我再问你，这把弓弩从何处得来的？见宣武伯问这个问题，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上的动作，直勾勾地看着刘德柱，搞得他现在压力山大。随后他就将自己在临安的所见所闻全都讲了一遍，众人越听越觉得有意思，甚至有种听评书的既视感。磨刀在哪儿？我这厮嘴怎么什么都往外说？这宝贝疙瘩我好不容易偷来了一件，就连小侯爷都不知道，现在全给自己抖出来了。眼看再也藏不住了，于是刘德柱就干脆和他们说要自己回去拿，但众人哪里肯放心，他们生怕刘德柱带上宝贝跑了，于是就这样，整整11个王公国侯就这么跟在刘德柱身边，跟他一起来到了刘德柱的小屋。这就是那把磨刀。哎呦，老夫的腰疼，快过来帮一下。宣武伯偷鸡不成蚀把米，把自己老腰给闪了。杨公侯却不管这老家伙的身体，而是一个箭步过去，也想夺刀，结果被冠军侯武敬中给抢先一步。哪个天杀的憨货干的好事，竟然将刀刃磨得这么锋利？此等神兵利器，依仗的就是刀身的重量以及刀长，这等武器岂能开刃？这岂不是打一仗就废了？好重的刀锋，好狂的力道！你小子快说，你到底有没有学会这磨刀的锻造方法？啊，怒有啊，这在作坊都是绝密的。
想来也是，这种宝贝的制作方法，谁会轻易显露？自然是捂得严严实实的。对了，周宁他好像说起过，等高炉建起来以后，会出售铁锭来着。他说磨刀用的复合钢，就是用这些铁锭熔炼锻造的。哈哈，只要能拿钱买到，这就好办。等买到铁锭，再让镜中药来锻造方法，岂不是说我们自己也能造出来了？东西好是好，但以陛下目前拨给军部的银两，根本就无法支撑神臂弩和磨刀的大量制造。毕竟大多数士族连军饷都发不出来，哪有钱来提升装备？大周没钱，可这周宁有啊。他做的这些香水肥皂简直不要太赚钱，只要咱们大家去他那里进点货，拿回来一卖，多少钱赚不到啊？我说兄德，你是嫌咱伯府被蔡邕诬陷造反，诬陷的还不过是吧？这么堂而皇之的赚钱养兵，不被陛下砍头才怪啊！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该咋样？难不成让咱们扛着分差去打蛮子？说着说着，两人又吵了起来。见到如此多的好东西无法装备自己军队，所有人都十分懊恼，但这又是没办法的。最后大家又议论片刻之后，只得败兴而归。钟儿，周宁心里的计划是否真的可行？爹爹，孩儿也不知，但我相信他。哎，想不到这些老家伙们征战一生，精得跟猴子似的，没想到老了，却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辈给利用。他们只不过一群眼里只有军功的人罢了，他们可曾真正的为这个国家的百姓想过？可周宁却不是，他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其实之前为父一直有些担忧，像周宁这等人才，如果不为大周所用，必定是个祸害。要知道，一旦他的势力壮大到一定程度，想要造反的话，恐怕就是你和世忠加在一起也拦不住。武敬中听到父亲的担忧，并没有回答。其实他何尝没这样想过呢？可尽管如此，总比看着国家一点点的烂掉强得多。相爷，据探子来报，昨天芙柔帝姬似乎想要跟永平伯借兵，说是要硬闯养心殿。什么？这是怎么又跟帝姬扯上关系了？难道他已经站到了主战派那头？那个周敬安现在何处？回相爷，那周敬安现在依旧居住在醉仙楼的天字1号房当中。上次因为那首饰的缘故，整日找他谈古论今，想要结交的人越来越多，都快把醉仙楼的门槛踩烂了。都是这个周敬安，不对，还有那个周宁，没有他们兄弟搞出来的强国策，就根本不会有芙柔帝姬这档子事。哼，现在知道急了，当初就劝你杀了周敬安，还非要和我装什么清高，这下可好，捅了这么大的篓子不说，反而成全了周敬安的名声。听说那周宁正带着2000人马去给西北王那个老匹夫祝寿。是的，再有3-5天应该就能到北凉郡了。哼，一会儿你去给我联系西夏人，务必将周宁一行人永远的留在路上。还想巴结西北王，那就先送你去见阎王。相爷，那周敬安怎么处理？他现在风头正盛，且让他嘚瑟几天，到时我自会处理。好的，相爷，我这就去办。也不知道组织是怎么将这种猛禽驯服的，真不愧是仙家手段。蔡邕老狗绝对想不到，别看他身为大周的直系之人，可其实也只不过是组织手里的一枚棋子而已。东家不会是着凉了吧？要不奴婢再将炉子烧得旺一些。不用了，我不冷。虽然周宁矢口否认，可聂小楼还是贴心的将火炉的气门多打开了一些。东家有嫡媳。机械博士刚穿越古代，就得了一漂亮媳妇儿。他聚拢流民，发展商业，一不小心成了当地首富，甚至诗会上随便拿出的几首古诗，一跃让他成了当代文坛大家。就连全国有名的清官人也对他投怀送抱。可他不知道的是，老弟在京城中的一些举动，给他引来了杀身之祸。东家，据前方斥候来报，远处有大队西夏骑兵正向我们的方向奔来，似乎足有万人的样子。斥候用的是千里镜，那就说明敌军距离我们还远。虽然还不能确定这帮人是不是奔着我们来，但在大周境内，这么大一股敌人也不能放任不管。铁牛，让斥候继续盯着，随时报告敌军动向。是，东家。徐峰、陈有为，你们赶紧去准备铁蒺藜和磨刀队，壕沟是来不及挖了，做好硬抗对方冲阵的心理准备。是。让斥候将西夏人引过来吧。是。小楼可害怕否？不怕。话说我还没见过东家穿盔甲的样子呢，还挺威武。东家，我好像看见咱们的斥候了。准备迎敌。总旗大人，前方好像有埋伏。除了周国的川军和平戎军以外，
其他都是一帮没门子的废人，有什么好怕的？都给我冲！放箭！哈哈哈，周军果然都是一群蠢货，这距离至少还有200多步，对方竟然放箭了，看来是已经被我们的气势吓傻了。不可能，哪里有弩箭可以射这么远的？这怎么可能？点火！铁牛，差不多该你上场。号列东家，俺的大刀早就饥渴难耐了。什么？1万余的西夏骑兵已经通过了边关，你们竟然浑然不知？去通知包括嘉峪城在内的3座城池守将，要是不能给我一个交代，全部提头来见。王爷，此时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当下最紧急的是送信前往沿途各府，让他们务必拦截西夏人。是啊，要是被这伙人冲过重重阻碍，跑到盛京，我等百死不赎其罪呀！立刻派骑兵乘双骑，以最快的速度追赶，务必将这伙西贼给本王留在北凉郡管辖范围之内。是。对了，临安府正是周宁的地盘，这人手里不是有一对能打的镖师吗？是啊，我怎么把他给忘了？但这小子是来给本王做寿的，路途遥远又不安全，说不得他加点全带身边了。王爷不必着急，我观着周宁看似求稳，但野心不小，而且齐大本营所在岂能不留下人马？我看不如这样，命人飞鸽传信过去，让他麾下竭力阻拦，就说等事态平西北凉将配合官府剿匪，让西北一路从此太平，这样也算是解了周宁商队的后顾之忧。好，就这么办。本王一时着急，幸好有玉儿提醒。王爷，有信鸽传来了消息。哦，快拿过来。北凉王赶紧接过信件查看，看完后脸上立马就挂上了笑容。哈哈哈，好个周宁，果真是本王的福星。信上说，那一伙西贼日夜兼程，竟然和前来贺寿的周宁撞了个满怀，而周宁也似乎早有准备，已经带领手下2000余人结阵将他们给挡在了那里。太好了，王爷，咱们的骑兵应该在晚上就可以赶到，这样一来北凉郡的名声就保住了。就是啊，到时候不但可以消除此次危机，说不得还能拿到这好大一笔的进攻。要知道，西夏人可是许久没人敢深入防线之内了。哎呀，早知道派我的护卫前去，这下可好，军功都被老李那货给赚了。北凉王见这些人这个时候还在讨论军功，顿时有些不悦。王妃一看王爷的表情，立刻就会意过来。儿郎们这个时候就别说这些了，还是分析一下这帮人是怎么通过防线进入大周吧。出了这么大的事情，陛下少不得要下圣旨责备。说来这次的事情也实在过于蹊跷。虽说冠军侯武敬忠已经被召去了京城，可这才离开没多久，消息应该没有这么快传到西夏人耳朵里吧？那他们怎么敢深入的？更奇怪的是，这帮骑兵通过防线，即便是走的时候岐山峻岭，边境也不可能没有一个人发现。难道他们的运气这么好，竟然将所有的明暗少太全部避了过去？不对，肯定是边境官员当中出现了叛徒。这边话音刚落，那边张骞就急匆匆地闯了进来，而张骞接下来的话正好印证了他们刚才的猜想。王爷，刚才嘉峪城传来消息，边关守将黄彪叛逃了。什么？他怎么敢？这狗一样的东西，不知道那座城对于我们来说是天大的耻辱吗？他怎么敢有脸走进去？北凉王悲愤的声音都开始颤抖了。黄彪是10年前被他一手提拔的，两人关系不浅，北凉王自觉待他不薄。可现在，王爷你怎么了？如今王爷昏迷，现在由我暂代一切事务，但凭王妃吩咐。黄彪此子固然该死，可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这西北路边关的防守和那一股正在和周宁周旋的西夏骑兵。吴有德，下官在。你立刻点齐精兵2万，前往嘉峪城驻守，切记不可贪功冒进，记住一切等王爷醒来再说。是，下官领命。张骞，你去寻一位可靠的官员，让他暂代嘉峪城的知府，务必稳住城里的百姓，以免造成更大的恐慌。是。张骞不敢怠慢，也同样领命而去。之后见事情交代完毕，老王妃才终于长叹一口气，也不知道这小子如今怎样了。要是就这么死了，可就太可惜了。
这次一共斩杀西夏人3800余人，俘虏2000余人，剩下百事号逃走了。不过铁牛正带着陈有为在追杀。那这次我们又损失了多少兄弟？205人。周宁的脸色顿时一片铁青，他心里不舒服的原因不单单是死了这些人，关键有好多人本该不用死的，可军功在他们眼里太值钱了，有了军功，他们就可以换到更多的粮食、更大的房子，让家人过上更好的日子，所以在他们眼里，那是可以用命去搏的东西。好好安葬这些人，然后该给的抚恤金一定要给到位。知道了，东家。还有，让人把领头的俘虏给我带过来，我有话要问。是，你们是怎么进入大周的？是嘉峪城的守将黄彪放我们进来的。那你们此行入关的目的是什么？劫杀一个叫周宁的商人。哦，你们为什么要杀他？是你们京城那边有人要我们杀他，至于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必是蔡邕老狗想杀我，在大周我也没有别的仇人了。之前还听星儿的管家于伯说起，说星儿他爹就是发现了黄彪和蔡邕串谋暗通敌国的事情才被杀的。看来有些事情冥冥中自有定数。那我现在就在这，你要怎么杀我？你就是周宁。这次虽然我们大获全胜，但也失去了200多个兄弟。我们只是想好好活着，可总有些人要跳出来阻碍我们，我们能屈服吗？不能。很好，我现在有个大胆的想法，我打算去清理掉一只躲在济阳城里的害虫。这种事情形同造反，而且这一去很有可能九死一生。不知道你们敢不敢跟我去干了这件事？东家如果要造反，那我第一个跟着，不管刀山火海，我李斌这条命就是东家的了。第一个开口的是李斌，周宁也是一愣，因为这小子以前可是一个读书人，而读书人一般都讲究天地君亲师，最是维护人伦纲常的。可当周宁说出造反2个字之后，他竟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这一刻，周宁终于感受到自己并不孤独，而刚赶回来的铁牛和陈有为也同样大声喊道，说要跟着东家同生共死。随后附和的人越来越多，就连伙夫和仆妇都跟着呐喊起来。你立刻回去报信，告诉韩战，不管家里现在训练出来多少人，带1半的人过来。是，东家，我一定快回。此去九死一生，所以我才希望你能带着其余女眷先去北凉郡。先生，小楼想随你而去，要死的话，那就一起。没你想的那么严重，之前的战斗你也看到了，我们黑袍军也不是弱兵，再加上我会让韩战带人支援，如果速度快的话，3日就可以赶到，并且这一次我还有后手，相信我。看着这个信誓旦旦的男人，聂小楼眼里依旧闪着泪花，可最后他还是点头应了下来。